在这个叫埃贝尔斯坦的贫民窟里，住着一个出了名的怪老头，大家都管他叫邋遢鬼。明明只会点最基础的一级魔法，吹起牛来却像个传说中的大魔导师，整天神神叨叨的。这老头脾气更是臭得要命，只要小孩离他稍微近一点，他就要挥着拳头赶人。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就是这个被全镇嫌弃的老头，竟然成了教我魔法的启蒙老师。其实这事儿一点也不浪漫，也没什么伟大的理由，纯粹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他缺个跑腿打杂的跟班，而我刚好需要变强的知识，我们就这样凑合在了一起。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寒冬一直熬到了暖春，我也终于在他的指点下，第一次触碰到了魔法的门槛。老头原本以为我只是个打杂的，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看走眼了。这小子难道已经能感应魔力了？他嘴上说着不可能，可接下来的画面让他彻底怀疑人生。我不仅抓住了那股力量，还直接把它实体化了。看着那只瞬间贯穿树干的魔力剑，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这哪是捡了个徒弟，简直是捡了个怪物啊！这一年我简直成了他的全职保姆，被呼来唤去没个停，但也总算正式入门，成了一名1级魔法师。本以为这进步速度够吓人了，可这老头喝了点酒就开始泼冷水，说那些贵族家的小鬼还没成年就能达到3级水准。他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平民再怎么努力也够不着那个高度，我这辈子顶多也就到2级封顶了。看着他那副愤世嫉俗的样子，我心里其实挺明白的，他不是在否定我的天赋，而是在发泄自己这辈子失败的不甘。在他眼里，血统才是魔法世界唯一的入场券。那老头那天晚上特别反常，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血统和命运，说平民和贵族之间有一道翻不过去的墙。我当时只觉得他又是喝多了在发疯，可谁能想到第二天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了雨里。这老头竟然就这么死了，他身上全是被人毒打过的痕迹，下手的人根本没留情面。我第一反应是他在哪儿惹了不该惹的人，毕竟他那张臭嘴确实挺招人恨的。我亲手把他埋在了那个雨夜，后来我才打听到真相，这老头竟然跑去偷2级咒语书，结果被守卫当场抓住，活生生被打死了。镇上的人都觉得他这辈子没出息，根本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险。可我知道他是想帮我打破那个所谓的血统天花板。就在我守在坟前的时候，眼前突然跳出了一个奇怪的界面，魔法基础已经解锁。老头子生前总把血统挂在嘴边，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压根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系统让我选择以后的修行方向，这可是决定一辈子的事，一旦选定就没法回头了。一转眼4年过去了，我在这地方遇到了卡地亚，她曾经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大小姐，虽然家族没落了，但她那一手魔法可不是闹着玩的。身为3级魔法师，她是所有佣兵团抢着要的香饽饽，现在她就在这小镇落了脚，靠着接佣兵任务过活，而我现在就跟在她身边。虽然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但也已经是个拿命换钱的佣兵了。卡地亚看中了我，把我带在身边，亲自教导，跟着这种级别的魔法师确实能学到不少真本事。傍晚我们回到了酒馆，卡地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想变强是好事，但如果太心急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点头答应，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他让我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里流动的魔力，顺着那股气息找到源头，然后把它们汇聚起来，变成我脑子里想象的样子。卡地亚在旁边看得直发愣，他发现我的魔力储备多得吓人，而且操控起来非常稳，这根本不像是个新手，反倒像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手。就在我全神贯注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巨响，整栋房子都跟着剧烈晃动。这动静可不像是普通的意外，酒馆里的人全乱了套，大家都在喊发生了什么？难道是有人偷袭？赶紧出去看看！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卡地亚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低声叮嘱让他别出声，紧紧跟在后面。街道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卫兵们拿着武器到处搜查。刚才那声巨响确实把所有人都惊动了，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到一半，卡地亚突然停下了脚步，德里克还没搞清楚状况，卡地亚转过头，语气变得异常严肃。德里克，你仔细听好，卡地亚告诉我，那些贵族把特权看得比命还重，尤其是魔法，在他们眼里那是身份的象征，普通人想出头简直难如登天。但他看我的眼神完全变了，因为我才14岁就已经掌握了2阶幻术幻音术，这种天赋在平民里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从那以后，卡地亚就把我带在身边，把他会的东西全都交给了我。他偶尔也会提起那些他曾经待过的贵族圈子，看来他的身份也绝对没那么简单。相处了1年后，卡地亚还是要走了。埃尔维斯特家族看中了他，那可是个连大公都不敢小看的顶级豪门，能去那里当家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种机会他根本没法拒绝，毕竟能攀上这种高枝，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么一回。他最后跟我挥了挥手，就这样坐上马车离开了。临走前，他留给我一份大礼，一本珍贵的2阶咒语书。靠着他的指导和我自己的摸索，我已经掌握了各种类型的魔法，从战斗到幻术，我现在的实力早就今非昔比了。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是1年过去了。到了16岁的时候，我又自学了2个2阶魔法，但我可没打算就这么停下来。平民想要翻身，这点本事还远远不够。这天我刚来到酒馆，杰登就一脸兴奋地凑了过来。他说我们终于接到了一个像样的大活。我随口问了一句是谁发的委托，结果他嘴里蹦出了杜普莱恩家族的名字。杜普莱恩家族？这是什么家族？我一愣，他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是他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可是顶级的名门望族，这种大人物怎么会突然找上我们这种小角色？杰登现在满脑子都是钱，他说杜普莱恩家族富得流油，只要这次能搭上线，以后就有干不完的大活，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问他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杰登说只是去清理几只魔物。我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这种小事至于找我们吗？杰登却觉得我是想多了，说大贵族最看重契约，绝对不会反悔。但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像这种顶级豪门，怎么可能为了清几个魔物就专门雇人？这活儿听着就有一股阴谋的味道。我直接告诉杰登我不干，让他去找别人，这种烫手的山芋我绝对不碰。杰登急得直拍桌子，他说自己也想单干，可人家指名道姓要找魔法师，现在这世道，魔法师可是稀罕货，他只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还是觉得这事不靠谱，杀几只魔物哪用得着魔法师？这种浑水我真不想烫。刚打算转身走人，杰登突然大喊一声我的名字，直接朝我扔过来一个东西。我顺手接住一看，竟然是一枚沉甸甸的伊德尔金币。杰登嘿嘿一笑，说这仅仅只是定金，只要事成之后，剩下的赏金多到让你不敢想。看着手里的金币，我知道这回是真的推不掉了，但我也很清楚，能随手甩出这种重金的人，背后的水肯定深不可测。杰登满脸堆笑的把我推到前面，本以为能顺利交接，谁知道对方那个老管家德尔隆只看了我一眼，就直接把这笔买卖给否了。他觉得我毛都没长齐，根本不相信一个孩子能完成任务，甚至觉得杰登是在拿他开涮，语气里全是嫌弃和失望。杰登这下急坏了，赶紧拍着胸脯保证，说我是他手里最压轴的王牌，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天才魔法师。可德尔隆根本不买账，转身就打算带人离开。眼看这桩大买卖就要泡汤，旁边的女仆突然凑到老管家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原本已经走远的斗篷女突然停下脚步，她回过头死死盯着我，语气冰冷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直接跟她走。终于到了杜普莱恩家族的领地，但这地方可一点都不太平，漫山遍野全是这种绿皮怪物。既然拿了人家的定金，那就要拿出点真本事给他们看看。对付这些难缠的杂兵，速度才是唯一的硬道理。本以为能速战速决，可这群畜生竟然还学会了打配合。刚解决掉眼前的麻烦，背后的杀气就直接逼了过来。看来这片森林里的危险远比杰登说的要麻烦得多。这些哥布林确实有点本事，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们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我随手解决掉最后一只，回头告诉那个老管家，任务已经完成了。德尔隆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显然没料到我动作会这么快，毕竟在他眼里，我原本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德尔隆虽然还在端着架子，但他心里肯定清楚，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能瞬间清理掉这么多魔物，我的实力早就超出了他的想象。但那位大小姐艾瑟琳却只是躲在斗篷下面偷偷的笑，那种眼神让我脊背发凉。刚回到酒馆，佩林就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他觉得我去给贵族当差，简直就是丢了平民的骨气，甚至还跳到桌子上跟我谈什么尊严。杰登看他闹得实在不像话，赶紧把他拽下来，顺口问了一句：德里克没告诉你这次的酬劳是多少吗？佩林还一脸不屑，觉得再多钱也不能去给贵族当狗。杰登伸出一根手指，佩林试探着问是不是一个银币，结果杰登笑着摇了摇头，直接报出了一个金币的天价。刚才还满口尊严的佩林瞬间就变了副嘴脸，他扯着嗓子大喊说这种舔靴子的好差事能不能也算他一个？看来在真金白银面前，所谓的尊严确实一文不值。杰登赶紧让佩林闭嘴，这嗓门大的合同里可没写。等这疯丫头终于闹累了睡死过去，杰登这才凑过来问我这次任务到底怎么样。我随口应付了几句，说只是顺手宰了几个哥布林。杰登一边倒酒一边感慨，说那帮贵族虽然看着古怪，但出手确实是大方。我盯着杯子里的酒，冷不丁回了一句，那3个人全都在撒谎。杰登手里的动作一下子停住了，他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真正的贵族使者选人可是有严格标准的，但今天来的那个男人身上一点贵气都没有，完全就是个冒牌货。更离谱的是那个所谓的侍女，那双手白净得根本不像干活的人，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到处都是露馅的破绽。至于那个所谓的巡查官，杰登直接打断了我的话，他提醒我，咱们只是拿钱办事的佣兵，没必要去深挖雇主的底细，干活拿钱就这么简单。他说的没错，在这种世道里，活下去才是硬道理。至于那些藏在暗处的真相，有时候知道的越多，反而死得越快。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杜普莱恩领地。这片林子里的哥布林已经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短时间内他们是没机会再露头了。我收起长剑，向那几个雇主汇报了结果。雇主倒也爽快，直接结清了剩下的尾款，2枚亮闪闪的金币，让杰登乐坏了。他一边揉着我的头，一边盘算着这笔巨款该怎么花。我正嫌他烦呢，旁边的德尔荣突然开了口，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德里克，你的表现让我印象很深，我想代表杜普莱恩家族单独跟你签一份合同。这话一出，连杰登都听傻了。德尔荣开出的价码更是吓人，整整15枚金币，而且是直接付给我个人，这报酬比起刚才整整翻了7倍还多。面对这种大手笔的邀请，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我盯着他的眼睛，只回了一个字：好。跟着马车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了杜普莱恩领地。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庄园，杰登整个人都看呆了，这地方确实气派的不像话。他一边走一边感慨，说大公爵的家果然名气大，我倒是没心思看风景，只想知道这15枚金币的任务到底要让我干什么。管家德尔荣突然停下脚步，说在进去之前，德先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随口回了一句，没那个必要吧，反正也不是头一回见了。
他扶了扶单片眼镜，语气变得非常严肃：“我叫德尔隆，是杜普莱恩庄园的大管家。”德尔隆为之前的隐瞒道了歉。杰登客客气气地自报家门，生怕得罪了这位大管家。紧接着，旁边那位一直跟着的女人也开了口，她说自己叫卡塔丽娜，是这座庄园的女仆长。我表面上虽然没说话，但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本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贵族亲信，没想到一个比一个来头大。这15枚金币的任务，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烫手。既然管家和女仆长都到齐了，那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女士身份肯定更不简单。艾瑟琳终于转过身，她自我介绍说是杜普莱恩家族的长女，也就是这整座庄园的大小姐，身份尊贵的让人不敢直视。她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求，想让我担任她妹妹的魔法老师，也就是去当个家教。这要求简直离谱，让我一个整天在刀口舔血的佣兵去教豪门千金魔法，开什么国际玩笑？杜普莱恩公爵府邸这地方平时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结果今天大门直接被撞开了，雷格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杜普莱恩公爵连头都没抬一下，让他注意点贵族的教养，毕竟在这屋檐下，规矩比天还大。雷格现在根本顾不上什么体面，他指着身后正在抹眼泪的女仆，说那个叫迪艾拉的小姐，现在竟然连家里的下人都敢随便欺负。瓦莱里安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觉得雷格打扰了他们的谈话。迪艾拉在家里简直无法无天，每天不是砸东西就是骂人，光是上个月就气走了10几个仆人。雷格拍着桌子质问父亲，难道还要一直这么纵容下去吗？瓦莱里安直接呵斥住他，让他立刻滚出去。在这个家里，长幼尊卑可比对错重要得多。瓦莱里安提到了另一个名字，艾瑟琳。既然家里还有一个听话懂事的，那也是时候让那个闯祸的尝尝自作自受的滋味了。雷格还在那自顾自的盘算，甚至连修道院都找好了，想把迪艾拉送走，省得丢人现眼。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家族分忧，却忘了这个家到底谁才是主人。杜普莱恩公爵根本没打算再废话，直接伸手按住雷格的脑袋，狠狠地砸在了办公桌上。杜普莱恩公爵冷冷地提醒他，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在这个家里，越权可是要付出代价的。雷格趴在桌子上还不死心，觉得父亲对那个妹妹太温柔了。另一边，德里克正陪着艾瑟琳走在长廊里。艾瑟琳突然提起了他的妹妹迪艾拉，德里克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只在家族记录里见过一眼。艾瑟琳并不觉得奇怪，毕竟这位小姐一直被藏在深闺，外人根本没机会见到她的真面目。正说着，前面的大门被推开了，瓦莱里安笑着迎了上来。看来这位当哥哥的对艾瑟琳的归来倒是挺欢迎。瓦莱里安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哥哥，关心地询问艾瑟琳在领地过得怎么样。艾瑟琳也客气地回应说，一切都多亏了他的安排。这种豪门式的寒暄，听着挑不出半点毛病。不过瓦莱里安没待多久，就急着去照顾受伤的雷哥了。毕竟雷哥刚才被父亲教训过，现在正需要有人去收拾烂摊子。他这个当大哥的倒是挺称职。德里克在一旁冷眼旁观，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瓦莱里安身上。在这个看似和谐的家族里，每个人戴的面具都厚得吓人，他这个外人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随后艾瑟琳带着德里克去见了父亲。杜普莱恩公爵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语气听起来像个慈祥的长辈。艾瑟琳也乖巧的表示感谢，可这种父慈子孝的戏码到底有几分真心，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艾瑟琳顺势把德里克推到了台前，介绍说这是他特意请回来的魔法老师，专门负责教导那个神秘的妹妹迪艾拉。杜普莱恩公爵听完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算是认可了这个安排。艾瑟琳觉得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正打算带着德里克离开，可就在他们转身的那一刻，杜普莱恩公爵却突然开口，指名道姓让德里克一个人留下来。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压抑。杜普莱恩公爵一边低头写着东西，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眼前的少年。他突然问起德里克的年纪，16岁，这个年纪当老师确实年轻的有点过头了。德里克只能老实承认，面对这位老谋深算的家主，他知道接下来的面试恐怕没那么简单就能糊弄过去。杜普莱恩公爵开始试探德里克的底细，问他魔法水平到底怎么样。德里克故意留了个心眼，说自己只会点最基础的一阶法术。杜普莱恩公爵听完直接笑出了声，让他别在这儿装模作样，谦虚是好事，但过头了可就是虚伪了。德里克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位大公爵可是5阶法师，在顶级高手面前，任何伪装都跟透明的一样。他赶紧低头道歉，承认自己刚才确实有点保守。杜普莱恩公爵倒也没打算深究，反而觉得这种谨慎挺聪明，毕竟在这个圈子里，太出风头的人往往活不长。不过盯着德里克这张年轻的脸，杜普莱恩公爵似乎又有了别的打算。这老狐狸到底在看什么？杜普莱恩公爵放下了手中的笔，直言德里克这种佣兵身份确实不像个正经的魔法老师。德里克倒也坦然，毕竟这身行头确实没法抵赖。既然是艾瑟琳选的人，杜普莱恩公爵也不打算过多干涉，他给了德里克出入别馆的权限。本以为谈话到此为止了，可德里克却突然叫住了他。他想在正式开工前把有些话先说清楚。作为拿钱办事的佣兵，他必须确保合同里的每一项都能100%达成。艾瑟琳的要求其实很明确，不仅要教迪艾拉魔法，还要帮他在社交界站稳脚跟。杜普莱恩公爵有些纳闷，既然这些你都清楚，为什么还要特意强调一遍？德里克接下来的话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重点。为了完成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他必须向这位公爵大人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
德里克还没开口，杜普莱恩公爵那怀疑的眼神就先压了过来。显然他并不觉得一个佣兵能提出什么像样的请求，可他不知道的是，他那个宝贝女儿迪艾拉此时正躲在别馆里摔盘子撒泼，无辜的女仆被吓得不轻，却只换来一顿更狠毒的咒骂。迪艾拉甚至威胁要毁了对方的脸。这种性格古怪又暴躁的大小姐，一般的魔法老师根本带不住，更别说叫她什么真本事了。杰登也对这个决定感到纳闷，像公爵家这种顶级豪门，想来当家教的人能排到城门口，为什么异瑟琳偏偏挑中了德里克？艾瑟琳无奈地叹了口气，全大陆有名的魔法教师都试过了，结果全都被迪艾拉给气跑了，找德里克纯粹是走投无路的选择。杰登倒是看出了点门道，德里克虽然是个佣兵，但举手投足间却有种贵族范儿。听说他的导师曾是个落魄贵族，难怪他懂这么多规矩。艾瑟琳觉得这小伙子挺斯文，肯定能耐心的教导迪艾拉。可杰登听完却忍不住笑出了声，直言艾瑟琳看人的眼光还是太嫩了。德里克可是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小小年纪就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能在佣兵界活到今天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温顺善良的好人？这下可有意思了，艾瑟琳眼里的乖孩子真实面目到底有多狠？在管家德尔荣的带领下，德里克穿过幽暗的走廊，终于来到了别馆的最深处。这里就是那位小姐的领地，也是所有家教的梦开始的地方。面对这扇紧闭的大门，德里克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礼貌性地敲了2下，可屋里却没有任何回应，安静得让人脊背发凉。既然没人应声，德里克索性直接推门而入。看着窗边那个沉默的背影，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而是大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号。他就是迪艾拉的新家教，也是那个要在死局里强行撕开一条生路的佣兵。面对这个气走无数老师的怪物，德里克到底打算怎么出招？迪艾拉背对着门口，听声音还挺有礼貌，让德里克再走近点。德里克刚往前迈了几步，迪艾拉的嘴角就露出一抹坏笑，显然没安什么好心。还没等德里克站稳，一桶水就劈头盖脸的泼了过来。迪艾拉这才慢悠悠的站起身，嘴里说着不好意思，眼神里却全是嘲讽，还管德里克叫钻进屋里的臭老鼠。这就是杜普莱恩家的千金给新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迪艾拉觉得刚才那点羞辱还不够，他特意搬来凳子站了上去，非要居高临下的俯视这个佣兵。紧接着又是一桶脏水兜头浇下，他笑得异常灿烂，直言这股下水道的臭味才最适合德里克这种出身的人。脏水顺着德里克的发间往下滴，可他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这种死水般的冷静让迪艾拉觉得手里的空桶格外碍眼。面对德里克那双毫无波动的眼睛，迪艾拉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他猛地飞起一脚踹了过去，歇斯底里的吼着让他别这么看他。明明被羞辱的是德里克，可先破防的却是这位大小姐。这一脚下去，德里克直接被踹翻在地，迪艾拉却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脸嫌弃的捂住鼻子，直言他身上的味道让人恶心。在他看来，德里克这种身份的人只配待在阴暗潮湿的下水道里，根本没资格出现在他面前。迪艾拉坐回椅子上，甚至连正眼都不想给他一个。他冷笑着警告德里克，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别妄想能教他这种贵族大小姐。德里克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迪艾拉只是有点小脾气，杜普莱恩公爵绝不会找上他。既然他坐在这，就说明这事儿已经闹到没法收场了。他盯着杜普莱恩公爵的眼睛问，既然你这么宝贝这个女儿，那在管教她的时候，你到底能给我多大的权利？杜普莱恩公爵沉默了很久，镜片后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一声响亮的耳光直接打破了死寂，迪艾拉捂着被打红的脸，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一巴掌就是杜普莱恩公爵的态度，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把女儿交给了这个狠角色。在迪艾拉的世界里，从来没人敢这么动他。可德里克根本没打算安慰他，他站在那，像一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冰山，居高临下的看着狼狈的迪艾拉。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站起来。这语气里没有商量，只有不容置疑的命令。时间回到3年前，那时候的德里克还在为怎么教学生发愁。他问卡蒂亚，要是遇到那种又固执又不领情的，到底该怎么办？卡蒂亚一开始还挺温柔，说要试着去理解，绝对不能轻易放弃。德里克觉得这太理想化了，要是理解根本没用呢？卡蒂亚的语气瞬间变了，如果感化不了，那就换个法子，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惧。德里克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让迪艾拉站起来，学会怎么尊重别人。可这位小姐根本不服气，她居然还想动手打人，甚至搬出父亲的名号来威胁。结果德里克毫不犹豫，直接一巴掌还了回去。这一记耳光响亮又干脆，德里克冷冷地重复了一遍，在这里没人会惯着他的脾气。迪艾拉这下彻底破防了，他尖叫着喊管家德尔荣的名字，控诉德里克这个平民竟敢动粗。德尔荣听到动静，赶紧带人冲了进来，他直接拦在德里克面前，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还搬出大公爵的名号来压人。谁知德里克反手掏出一份文件，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大公爵已经把教育权全交给了自己，不管用什么手段，那都是白纸黑字写清楚的。看着这份盖了章的授权书，德尔龙这下也彻底没话说了，只能无奈的退到一边。本以为这事能消停一会儿，谁知到了深夜，府邸里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瓦莱里安正怒气冲冲的往里闯，雷格在后面根本拦不住。瓦莱里安直接撞开大门，指着德里克的鼻子大喊，问他是不是那个传闻中的佣兵。面对这种挑衅，德里克表现得异常冷静。瓦莱里安这下彻底被激怒了，他猛地揪住德里克的衣领，质问他凭什么敢对迪艾拉动手。德里克开口强调，这一切都是大公爵亲口允许的。
雷格也赶紧上来打圆场，提醒瓦莱里安，德里克可是艾瑟琳亲自请来的人，要是现在闹僵了，谁都没法跟家里交代。瓦莱里安虽然气得不轻，但碍于父亲和艾瑟琳的面子，只能强行压下这口恶气。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让德里克跟他走一趟。趁着瓦莱里安转身的功夫，雷格拍了拍德里克的肩膀，他压低声音说，其实他也觉得迪艾拉该受点教训，让德里克不用担心会被报复。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雷格心里其实很清楚，迪艾拉那个性格早就没救了，瓦莱里安这么做根本就是徒劳。瓦莱里安推开了一扇尘封的大门，把德里克带进了迪艾拉小时候的房间。自从他搬走以后，这里的一切就再也没人动过，屋里到处都是迪艾拉留下的画作。瓦莱里安看着这些画，语气里满是怀念。他说妹妹小时候其实很爱画画，总是缠着他展示自己的作品，可德里克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些画竟然全都是半成品。迪艾拉只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剩下的地方就直接丢在那不管。他从来没有完整的画完过一幅画。瓦莱里安为之前的无礼道了歉，他之所以带德里克来这，是想证明迪艾拉本性并不坏，他并不是生来就这么蛮横无理。看来这位当哥哥的还是想给妹妹争取最后一点机会。瓦莱里安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说迪艾拉以前其实挺正常的，可自从他意识到自己高贵的血统，就开始变得目中无人，最后甚至被家里赶出了主屋，只能一个人住在偏僻的别院里。为了不让妹妹被送去修道院受苦，瓦莱里安甚至放下了贵族的尊严。他猛地抓住德里克的肩膀，恳求他一定要救迪艾拉，只要他能学会哪怕一个最简单的魔法，他就有借口去求父亲让他留下来。德里克并没有被这种情绪左右，他随手翻开了桌上的几本书，问这些是不是都是那些死板的贵族教条。瓦莱里安承认了，说这确实是他们家族从小就要学的必修课。可德里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迪艾拉之所以一直没法入门，很可能就是被这些条条框框给害了。德里克重重地合上手里的书，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既然那些死板的教条没用，那就要换个更直接的办法。他向瓦莱里安保证，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此时的迪艾拉还躺在被窝里，睡得正香，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安稳的生活就在这一刻彻底结束了。天还没亮，一桶冰凉的冷水就迎头浇了下来。迪艾拉被激得放声尖叫，德里克拎着空水桶，冷冷地看着还没反应过来的迪艾拉，问他这种时候怎么还睡得着。迪艾拉整个人都傻了，他还没来得及发火，就被德里克直接从床上拽了起来。德里克根本不打算跟他废话，只说要带他去个地方。迪艾拉气得语无伦次，质问他怎么敢对自己动手动脚，还拼命呼叫家里的女仆过来帮忙。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旁边的女仆们只是默默看着，甚至还对德里克点头示意。看来全家人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今天谁也救不了他。就这样，迪艾拉被一路拽出了大宅，直接拖进了漆黑的树林里。德里克到底要把他带到哪去？德里克随手一甩，就把迪艾拉扔到了泥地里。迪艾拉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大声质问德里克：“凭你这种身份，也配教我做事？”德里克压低声音说：“既然现在四下无人，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其实我压根就没打算教你魔法，我只是单纯喜欢看你们这些贵族被踩在脚底下的样子。”迪艾拉彻底说不出话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从一开始就在耍他。德里克冷笑着反问：“你觉得我这种出身卑微的人，真的会想跟你们这些贵族套近乎吗？”德里克说：“这一切都只是在演戏，当老师不过是个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这些傲慢的贵族吃点苦头。”常见出鞘的声音在林子里格外刺耳。德里克甚至说，贵族的惨叫对他来说就是最美妙的音乐。迪艾拉还在试图用身份威胁他，说他绝对逃不掉法律的制裁。可德里克根本不在乎，他嘲讽迪艾拉，反正都要被送去修道院了，到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弃子的鬼话？就算真的失手杀了他，德里克也觉得无所谓，大不了赔上自己这条贱命，或者干脆逃走，反正没人会记得一个流浪汉。德里克的话让迪艾拉脊背发凉，他竟然想杀了自己去邀功，还说这是在帮家族解决麻烦。迪艾拉意识到，如果现在被抓到，他绝对活不过今晚。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黑影，迪艾拉拼了命地往树林深处钻。他知道走空旷的大路肯定会被追上，只有钻进这片密林才有一线生机。只要能利用复杂的地形甩掉他，凭着对这里的了解，他一定能活着逃回去。到时候他要让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付出代价。可就在他以为要逃出升天的时候，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德里克手里竟然拖着巨大的火球，迪艾拉一眼就认了出来，这可是2阶魔法火球术，这种级别的法术根本不是普通人能随便使出来的。看着他脸上那抹残忍的笑意，迪艾拉终于明白，对方从头到尾都在耍他玩，现在的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火球直接砸了下来，这根本就是实打实的杀招。迪艾拉瘫在地上，看着慢慢走近的德里克。德里克轻蔑地笑了笑，说：“真可惜，竟然打偏了。”深夜的森林成了最危险的猎场，迪艾拉拼了命地想要逃离，可越是这种时候，运气就越是不站在他这边。意外的失误让他彻底陷入绝境，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致命的攻击已经到了跟前。德里克显然玩腻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德里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说他跑得比预想中还要快。对于一个常年被关在别馆的人来说，这种赞美听起来更像是嘲讽。迪艾拉根本不敢停下脚步，可心里那个声音却越来越响，到底还能逃到哪去？照这个速度下去，被抓到只是时间问题。德里克认出了这片森林，竟然和迪艾拉画作里的场景一模一样。原来他从小
就在这里吸收魔力，甚至在无意识中把这些化成了艺术品。就在他推测真相的时候，迪艾拉竟然发起了反击。可这种程度的偷袭，在他面前根本就是自投罗网。德里克随手就挡下了他的反击，还夸他确实挺有胆量，知道跑不掉就干脆回头拼命。这确实是个不容易的决定，可惜光有勇气根本没用。他说对方已经到了极限，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还有什么意义吗？迪艾拉死到临头还不肯服软，说自己绝不会道歉，更不会像个平民那样摇尾乞怜。既然输了，那就干脆给他个痛快。德里克却问他为什么非要守着那点血统不放，这话直接戳到了他的死穴。迪艾拉反问道：如果没了贵族这个身份，自己还剩下什么？难道以为他没努力过吗？那种拼了命也抓不住魔力的绝望，谁又能懂？如果魔法和艺术都注定失败，连贵族这个身份也要被剥夺，那他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德里克始终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握住了剑柄，剑锋上跳动着冰冷的魔力。他说已经听够了，既然找不到存在的意义，那就由他来亲手画上句号。德里克最后通牒已经下达，说一切就在这里结束吧。长剑带着寒光直接落下，迪艾拉已经彻底放弃了挣扎，可预想中的结果并没有发生，耳边反而传来了冰块碎裂的声音，巨大的冰晶拔地而起，直接将周围完全封死。看着手中散发出的光芒，迪艾拉简直不敢相信，这难道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魔法？原来这还算不上真正的魔法，只是在刚才的生死关头，他体内的魔力终于第一次觉醒了。德里克顺势收起长剑，态度突然变得异常恭敬。他说刚才多有冒犯，还请对方能够原谅。德里克破天荒地夸奖了迪艾拉，说他做得很好。听到这句话，迪艾拉积压已久的委屈彻底爆发了，他放声大哭，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宣泄出来。德里克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冰晶就是他天赋最好的证明。等心情平复下来，德里克才道出了真相。他说他属于自然教义，这和普通贵族完全不同。他一边帮迪艾拉处理伤口，一边解释说，大部分贵族学的都是戒律教义，虽然殊途同归，但学习的方式却天差地别。所以他之前的失败根本不是因为没有天赋，而是因为那些死板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教错了方向。德里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之前一直在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迪艾拉忍不住追问，你是怎么知道哪种教义才最适合我的？德里克提到了他的那些话，原来那些作品里早就藏着他感知自然的本能，只是他自己从来没发现。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其实就是自然教义的雏形。处理好伤口后，德里克叮嘱他先试着走走，虽然魔力已经觉醒，但现在的状态还很不稳定。德里克留下了一句话，说明天开始他会教他如何真正掌控力量。看着那个冷酷又可靠的背影，迪艾拉第一次轻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他小声说了句谢谢，德里克没多说什么，只是招呼他赶紧跟上。两人并肩走在月色下的森林里。德里克突然提起了那幅落日画，问是不是他画的。迪艾拉有些意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动过画笔了。德里克却夸那幅画画得很漂亮。听到这话，迪艾拉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那是他唯一引以为傲的作品，而德里克是第一个看出那是成品的人。第二天一早，迪艾拉在阳光中醒来，本以为昨晚只是一场梦，可当他看向自己的手心，那股蓝色的魔力竟然还在流动。不管迪艾拉怎么尝试，指尖流出的魔力还是消散了。这种看得见却抓不住的感觉，让他心里烦躁到了极点。他猛地推开房门冲了出去，刚好撞上路过的女仆，满满一桶水全泼在了他身上，冰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女仆吓得魂飞魄散，直接跪在地上拼命求饶，甚至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看来迪艾拉平时的脾气可真不是一般的差。迪艾拉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走路看折点，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让跪在地上的女仆完全没反应过来。平时这种时候自己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同伴们赶紧围上来询问情况，听说小姐竟然只是口头训斥，大家都觉得太奇怪了。昨晚出门之后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另一边，德里克还在补觉，却被一阵阵天响的砸门声吵醒。门外的人一边疯狂拆家，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德里克一脸倦意地打开门，老管家正拦在门口拼命劝阻。看来这位刚转性的大小姐已经等不及要开始今天的特训了。迪艾拉开门见山，让德里克教他控制魔力。他说自己试过了，根本不行。一旁的老管家听得整个人都定住了，自家小姐竟然真的觉醒了魔力。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把门反锁，让他下午再来。老管家在一旁感动的不行，迪艾拉却气得直跺脚，这家伙竟然敢让他吃闭门羹。他对着房门一顿狂轰乱炸，大骂德里克是个没礼貌的小鬼。可屋里的德里克稳如泰山，翻个身际去呼呼大睡，任凭外面闹得翻天覆地，他就是雷打不动。这特训还没正式开始，火药味就已经拉满了。迪艾拉最近的变化让整个府邸的佣人都看傻了，以前那个动不动就砸盘子打人的大小姐，现在居然转性了。不仅脾气变好了，甚至还有传闻说他觉醒了魔力。这消息传得飞快，连路过的雷格都听不下去了，冷声质问他们在嘀咕什么。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根本瞒不住，很快就传到了公爵的耳朵里。迪艾拉真的觉醒魔力了，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接下来的局势可就要大变样了。消息已经彻底确认了，公爵总算松了一口气，可雷格却根本不买账，觉得光觉醒个魔力有什么好庆祝的。
瓦莱里安听不下去了，当场就跟雷格吵了起来。毕竟迪艾拉好不容易才有了点长进，当哥哥的怎么能这么冷血？雷格却直接翻起了旧账，觉得迪艾拉以前做的那些荒唐事根本不是这一两件小事能抵消的。他甚至还想把妹妹赶出家门。公爵沉默着没有表态，只是自顾自地写着什么。看来迪艾拉在这个家里的处境依然非常危险。另一边，迪艾拉正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德里克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语气里还带着一丝调侃：“你这是在生闷气吗？”面对德里克的调侃，迪艾拉气得当场反驳，强调自己不是在生闷气，而是真的发火了。可德里克完全没当回事，觉得他这样只是在耍小脾气。德里克甚至还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势，让他老老实实按规矩学习，别把心思花在这些没用的情绪上。这下迪艾拉彻底炸了，大声吼着自己是真的生气了。德里克冷冷地盯着他，一句话都没说。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迪艾拉瞬间就彻底怂了，只能改口承认自己是在生闷气。德里克可没打算继续废话，他认真告诫迪艾拉，觉醒魔力可不是无敌的，如果不一步步打好基础，身体迟早会彻底崩溃。毕竟这些苦头他以前都吃过。德里克打算立刻开始教学，可这位小姐根本不领情，还在心里偷偷抱怨，觉得他就是个无趣的老古板。德里克可不打算惯着他，既然觉得教学过程太枯燥，那不如换个更刺激的方式。看着他那副要动真格的样子，迪艾拉这下可不敢再乱说话了，瞬间就乖乖坐回了位子上。德里克也没再继续吓唬他，直接展示起魔力的精准控制，只要能掌握这种力量，基础魔法就再也难不倒他了。德里克一边展示着魔力，一边耐心地解释起来，他觉得这种自由的魔法体系简直就是为迪艾拉量身定做的，毕竟他这种无拘无束的性格最适合这种不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看着对方一脸迷茫的样子，德里克难得认真地夸了一句，说他其实比想象中更有天赋，毕竟能在筑起冰墙的同时，还能精准地控制魔力具现化，这水平早就超过普通人一大截了。迪艾拉还是第一次被他这么肯定，心里美得不行。刚才那股委屈竟然瞬间全没了，甚至还开始有点飘飘然，忍不住追问自己是不是什么绝世天才。可德里克却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强调有才华和天才完全是两码事，让他别在那儿白日做梦了。迪艾拉当然不服气，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迪艾拉最后还是只能认输，乖乖听德里克讲课，毕竟想变强还得靠这家伙。教学总算进入了正轨，可就在两人专心练习的时候，外面似乎有人在暗中观察。雷格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冷哼一声就转身离开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迪艾拉简直成了德里克的跟屁虫。第一天是魔力失控，第二天是附魔出了岔子，到了第三天还是老样子。不管德里克躲到哪，都能听到他那充满活力的喊声。虽然嘴上说着麻烦，但这位小姐是真的赖上他了。迪艾拉气冲冲地找了过来，责怪德里克不该躲在这里看书，毕竟这些魔法书可是父亲借给他的，不是让他用来逃避工作的。德里克倒是淡定得很，直接回怼说看书就是为了学习，气得迪艾拉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赶紧拉着他去练习魔法。毕竟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展示成果了。可就在两人练习的起劲时，瓦莱里安突然传唤了德里克，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有些严肃。他开门见山地问起了迪艾拉的情况。德里克如实汇报了进度，迪艾拉确实很有长进，但想要真正掌握初级魔法，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瓦莱里安听完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随后话锋一转，提到了下周要回来的老夫人，这才是今天谈话的重点。这位老人家可不是好惹的，他平生最讨厌平民掌握权力，德里克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显然已经踩到了他的红线。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警告，德里克表现得异常冷静，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甚至还反问还有没有别的事。瓦莱里安站起身背对着他，感慨起作为继承人的责任。虽然他想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但人心总是比想象中更复杂。瓦莱里安在那儿铺垫了半天，说什么人心隔肚皮，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问他到底想说什么。谁能想到这位威严的大人物憋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迪艾拉再也不陪我这个当哥的了。这语气听着简直委屈到了极点。他开始疯狂怀念迪艾拉的小时候，说那时候迪艾拉还是个小天使，哪像现在对他这么冷淡，甚至还卑微的向德里克请教到底怎么做才能赢回迪艾拉的心。德里克听得满头黑线，心说这种事为什么要来问我？结果瓦莱里安直接当场破防，大喊着因为他现在只想跟你待在一起。迪艾拉还在到处找德里克，瓦莱里安却神神秘秘的把德里克叫住，非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手工成果，说是跟女仆学了很久，专门给迪艾拉缝了个布娃娃。这娃娃长得实在是一言难尽，瓦莱里安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简直就是迪艾拉的翻版，满心欢喜的问德里克怎么样。德里克盯着这诡异的玩意儿，沉默了半天，憋出一句：这难道是用来施咒的道具吗？一句话就把瓦莱里安整破防了，直呼德里克真是一点情趣都没有。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那位传闻中的老夫人就到了。她打量着眼前的德里克，语气里透着一股子阴冷，说早就听说这里有个了不起的老师。看来瓦莱里安之前的担心没错，这位老人家一露面，整个宅子的气氛都变了。老夫人玛丽埃拉优雅地打了个招呼，还客气地提出要送份厚礼，送到德里克的领地上去。显然他默认能教公爵女儿魔法的人，肯定也是个出身名门的贵族。德里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直接回绝了这份好意，说自己家里根本没有什么领地。这话听得老夫人当场愣住了，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紧接着德里克又补了一刀，直截了当的说自己只是个平民。老妇人这下彻底维持不住优雅了，平民这两个字对她来说简直比什么诅咒都要可怕。瓦莱里安之前的担心果然没错，这位老人家对平民的厌恶是刻在骨子里的。德里克这句大实话直接把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时间倒回1周前，德里克接到了一个重任，艾瑟琳要把重要的人托付给他，哪怕德里克表现得再冷淡，对方还是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他，让他务必照顾好迪艾拉。旁边的杰登都忍不住提醒德里克，别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看着远去的马车，德里克正式开始了这段任务。艾瑟琳突然想起一件大事，她那个强势的母亲下周就要回来了，可她竟然忘了给德里克打个预防针。在艾瑟琳眼里，她母亲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那是个绝对不能招惹的狠角色。还没等德里克收到消息，玛丽埃拉夫人就已经杀回了家，直接推开书房大门找公爵算账。他根本无法接受一个卑微的平民竟然成了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公爵被吵得耳朵疼，玛丽埃拉夫人根本冷静不下来。在他眼里，宝贝女儿的教育绝不能出差错。公爵也是一脸无奈，他解释说自己也不想找个平民，可之前请来的那些名师全都被迪艾拉给气跑了。玛丽埃拉还是无法接受，堂堂公爵府竟然请了个佣兵，公爵只好搬出杀手锏，这可是艾瑟琳亲自推荐的人选。玛丽埃拉夫人还是不死心，甚至想让自己的亲弟弟来接手。公爵听完都觉得荒谬，让镇守边境的大将来当家教，这简直是在胡闹。玛丽埃拉夫人越说越不依不饶，在她看来，社交界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规矩和体面就是一切，家教的身份就是孩子的脸面。要是让一个没名没分的平民教女儿，迪艾拉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抬头？瓦莱里安推门而入，想劝母亲先消消火，毕竟一直这么吵下去也不是办法。可夫人现在根本听不进去，她觉得这事关家族荣誉，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就在这时，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雷格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既然身份已经成了定局，那就看看这个平民法师到底有没有真本事教好迪艾拉，这才是最关键的，不是吗？雷格倒是看得很开，他觉得身份和不合规矩并不重要，实力才是硬道理。既然大家都不放心，不如让他亲自去会会那个德里克。公爵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德里克的水平根本不需要质疑，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魔法师。雷格要是真动起手来，恐怕在对方手里讨不到半点便宜。雷格见父亲态度坚决，马上换了个思路，既然不能直接找老师的麻烦，那就去测试一下学生迪艾拉，看看这段时间他到底学到了什么。如果德里克真的是个名师，迪艾拉的进步总该看得见吧。雷格决定亲自下场和妹妹打一场，用结果来证明德里克到底够不够格。瓦莱里安紧紧跟在雷格身后，他觉得弟弟简直是疯了，竟然真的要和亲妹妹进行魔法决斗，这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他不停地提醒雷格，迪艾拉以前确实做过不少错事，但无论如何她终究是亲妹妹，作为家人难道不该保护她吗？听到家人这两个字，雷格积压已久的怒火彻底爆发了。在他眼里，迪艾拉不是需要保护的妹妹，而是会把整个家族拖入深渊的累赘。要是让他这样去社交界，公爵府的脸面都要被丢光了。瓦莱里安没想到弟弟会这么想，两人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雷格的态度非常坚决，是迪艾拉先越过了那条底线，现在谁也别想拦着他。雷格丢下一句狠话就转身离开了，在他看来，迪艾拉就该被关在别馆里，永远别出来丢人现眼。瓦莱里安看着弟弟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一早，迪艾拉就急匆匆地闯进了德里克的房间。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份挑战书就拍在了他面前。迪艾拉开门见山，如果这次决斗他输了，德里克就要卷铺盖走人。这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了，德里克的饭碗也全压在了这一场决斗上。德里克表现得出奇冷静，他知道雷格是个老练的1级魔法师，这场仗确实不好打。迪艾拉急得不行，要是输了，德里克可是会被扫地出门的。德里克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是个雇佣兵，拿钱办事就是他的天职，而且公爵给的报酬已经足够多了，他会负责到底。迪艾拉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说。转眼1周时间就过去了，决斗的日子终于到来。公爵亲自带着人马来到训练场，全家人都在等着看这场好戏。德里克和迪艾拉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德里克稳步走上前，向公爵行了一个标准的礼节。哪怕面对这种决定去留的时刻，他依然表现得稳如泰山。公爵一直在暗中观察他，这个年轻人脸上看不出半点紧张，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通常意味着绝对的自信。公爵心里开始犯嘀咕，或许现在就把他赶走还太早了。就在这时，决斗的另一方也入场了。雷格大步流星地走上台，雷格每走一步，心里的恶意就膨胀一分。他今天不只是要赢，而是要彻底毁掉迪艾拉，让他为自己做过的一切感到后悔。可此时的迪艾拉心思却全在德里克身上，他忍不住质问这个男人：难道你的眼里真的只有钱吗？除了报酬，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能让你动容？德里克根本没打算解释，他只是平静地告诉迪艾拉，他的进步已经超出了预期，距离1级魔法师只有一步之遥。毕竟他的血管里流着公爵家族的血。迪艾拉一下子被问住了，这种时候为什么要突然夸奖他的血统？德里克到底在盘算什么？德里克突然讲起了大道理，他说天赋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只有靠自己才能挖掘出真正的潜力。迪艾拉听得一头雾水，面对质问，德里克选择了沉默。迪艾拉终于把心里话喊了出来，他承认自己不是个天才学生，但他已经认定了一件事，除了德里克，他谁也不要。
德里克听完这番话，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一边整理手套，一边坦白，自己根本不懂什么贵族礼仪，更没学过那些虚伪的决斗规矩。但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怎么在战斗中活下来，并且彻底赢过对手。他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赢吗？这么多年来，迪艾拉一直活在恶毒的流言里，大家都说他是家族的耻辱，连魔力都没有的废物，甚至有人觉得他根本不该出生。那些嘲讽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让他几乎忘了自己是谁。但现在他不想再继续躲下去了。迪艾拉给出了最坚定的回答：是的，我想赢。我要为了自己而战。他彻底撕掉了家族给他的标签，不再是那个卑微的小女儿。德里克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现在的他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德里克的学生，更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师。决斗场的气氛已经紧绷到了极点，迪艾拉正式登场，对面站着的正是这次的对手雷格。裁判当众宣布了比试规则，这场战斗不比谁的破坏力更强，而是看谁的控制力更稳，谁先被迫触发护盾，谁就直接出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双方都已经各就各位，真正的较量现在正式开始。这种保命的宝贝可不变异，能在受伤前直接废掉雷格的魔法。贵族之间的切磋真是够奢侈的，连练习赛都要砸这么多钱。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牌，这东西的效果只能维持10分钟，看来雷格是打算速战速决了。雷格已经开始疯狂吟唱，绿色的魔力在场上飞速凝聚，他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叫嚣着要让迪艾拉直接滚回家。面对呼啸而来的魔法攻击，迪艾拉表现得异常冷静，就在攻击落下的前一秒，他轻巧地侧身躲过，这下可把雷格给气坏了，他显然没料到对方能躲得这么轻松。紧接着又是几道更猛烈的攻势，招招都奔着要害去。场边的德里克倒是看得很明白，雷格的一阶魔法确实练得不错，但实战经验还是太嫩了，这样盲目追击只会白白浪费魔力。迪艾拉顺势立起一道巨大的冰墙，挡住了雷格的猛烈进攻，可这在雷格眼里简直就是个笑话。他觉得这种基础招式根本上不了台面，不过是些粗糙的魔力堆砌罢了。绿色的魔力再次在掌心疯狂汇聚，他要一招轰碎冰墙，彻底分出胜负。德里克早就教过迪艾拉，佣兵打架可不讲什么贵族礼仪，这里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只有活下来的才是赢家。虽然这种手段会被人看不起，甚至赢了也会招来骂名，但德里克只问了他一句话：为了胜利，你真的准备好了吗？迪艾拉的回答斩钉截铁，只要能赢，他根本不在乎那些虚伪的评价。既然对方想玩狠的，那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佣兵手段。在佣兵的世界里，有一种人明明实力不算顶尖，却总能笑到最后，因为他们从不玩什么公平决斗，他们只负责赢。真正的战斗可不是站在原地比拼魔力，而是要掌控全场，利用身边能利用的一切。迪艾拉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他不再只是被动躲避，而是开始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只要能赢，就要动用一切能用的手段，绝对不能有半点犹豫。雷格的自大和疏忽其实就是最好的武器。绿色的魔力再次贯穿了冰墙，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看着摇摇欲坠的迪艾拉，雷格冷笑着宣布战斗结束。真正的杀招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一声巨响让看台上的贵族彻底坐不住了，他们尖叫着要终止决斗，生怕迪艾拉出什么意外。可德里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学生绝不会这么轻易倒下。面对玛丽埃拉的质问，公爵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坐下，还没结束呢。原来现场的保护咒根本没动静，这说明刚才那招看着吓人，其实连迪艾拉的边都没摸着。既然没被打中，那他现在到底藏在哪？场上的雷格彻底懵了，刚才那一招明明正中红心，可保护咒根本没亮，这说明迪艾拉早就消失了。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脆响，迪艾拉已经抓住了他的死角，反手就是一记巨大的冰刃，这回看你还怎么躲。雷格狼狈地躲过这一击，他这才反应过来，迪艾拉竟然躲在擂台下面。按照这帮贵族的死规矩，离开台面就算输了，但谁能想到有人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偷血，连裁判都看傻了。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雷格还在纠结这算不算违规，可迪艾拉哪会给他时间翻规矩。新一轮的杀招已经到了，冰刺接连不断的炸开，雷格被逼得四处躲闪，他现在连迪艾拉的人影都抓不到。在他眼里，这场决斗早就没了贵族的体面。可还没等他抱怨完，迪艾拉已经从地洞里现身了。看着那双毫无波动的眼睛，雷格突然定住了，这种眼神他曾经见过，简直和德里克一模一样。雷格这下全看明白了，迪艾拉这种钻地洞的野路子绝对不是他自己能想出来的，这背后肯定有德里克的指使。既然你们想玩阴的，那我也没必要再装什么绅士了。他随手扯掉身上的斗篷，直接启动了最后的底牌。既然这是你布下的局，那我就陪你玩到底。谁能想到迪艾拉竟然直接钻进了比武台下面，那可是满是灰尘的死角。玛丽埃拉急疯了，大喊着赶紧停止决斗，可公爵根本没打算插手，只要没违规就要继续比下去。雷格刚想吟唱咒语，脚下的地面就突然炸开了，这种打法简直让他抓狂，根本没法站稳脚步。躲在暗处的迪艾拉看得清清楚楚，对方的魔力流动已经停了，这说明雷格正在憋一个更狠的招数。既然你想玩大的，那就看谁的速度更快。只要他再次开口，迎接他的就是致命的法术。德尔荣已经坐不住了，雷格大人竟然被逼到了这种地步。雷格直接爬到了最高处，这个距离迪艾拉根本来不及反应，可他现在的姿势完全没法开口吟唱。既然没法瞄准，那就干脆把整个台子都拆了。
迪艾拉打算跳过所有步骤，直接用魔力强行震碎地面。随着一声巨响，整根石柱彻底崩裂。这下看他还能往哪躲？雷格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发现烟雾里有个黑影正在飞速靠近。迪艾拉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反击了，雷格的魔力剑直接锁定了迪艾拉的位置。迪艾拉侧身躲过的同时，手里的法术也已经准备就绪，可雷格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第二支箭紧接着就到了，几乎是贴着迪艾拉的脸颊飞了过去。既然远攻没优势，那就直接冲过去贴脸决胜负。迪艾拉顶着箭雨发起了最后的冲锋，雷格觉得只要拉近距离，优势就在自己这边，只要能射中一记魔力箭，这场比赛就稳了。可他完全算错了迪艾拉的速度，迪艾拉根本没给他出手的机会，直接一脚重重地踹在他胸口。这一下力道大的惊人，雷格整个人被死定在地上，他死命捂住胸口，连站起来都费劲。这一招实在太阴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竟然让雷格一时间乱了阵脚。他意识到迪艾拉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哪怕魔力耗尽也要赢过他。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反而让他看清了对方的决心。既然你想证明自己的价值，那我就成全你。雷格缓缓站起身，这次他不再有任何轻视。作为哥哥，他要用真正的实力来回应这份觉悟。迪艾拉根本没在意脸上的伤，这点痛比起心里的执念根本不算什么。他脑子里全是德里克教过的话，把魔力看作颜料，咒语就是那把画笔，只有把散乱的力量汇聚成画，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这一刻，迪艾拉终于明白了魔法的真谛，那些曾经听不懂的教诲，现在全都连成了线。魔力就是颜料，而咒语就是他手中的画笔，他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在指尖跳动，只要把它们汇聚成画，就能创造出无限可能。这就是真正的魔法。现在的他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战斗的胜负现在才要真正揭晓。谁能想到迪艾拉竟然真的做到了这种规模的一阶魔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决斗，而是实力的彻底质变。雷格虽然感到了威胁，但他绝不打算就这样认输。就算你突破了极限又怎样？他抢先一步发动了反击，要在迪艾拉出手之前先拿下第一击。雷格觉得胜负已定，他直接使出了杀招，想要一举终结这场决斗。可迪艾拉早就不是刚才的他了，魔力在手中彻底爆发，双方的力量正面撞在一起。这一击到底谁能站到最后？巨大的冲击力瞬间炸开，整个赛场都被烟尘淹没，全场一片死寂。迪艾拉还能撑住吗？等烟雾散去，那个蓝色的光盾竟然还在，他正面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虽然已经快到极限了，但他依然没有倒下。德里克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一切，对他来说，这场决斗的走向已经完全超出了预期。时间回到1年前，杜普莱恩府邸收到了一封信，是关于即将到来的社交聚会。管家询问该如何处理，公爵却陷入了沉默。他看向屋里那个孤独的身影，那是他的女儿，也是一切麻烦的中心。结界在这一刻彻底激活，把最后的希望也隔绝在外。眼前的闹剧让整个家族蒙羞，玛丽埃拉完全无法接受这一切，她觉得这种粗俗的魔法简直是在毁掉杜普莱恩家的名誉。公爵始终一言不发，作为领主，他必须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负责，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师的问题，更关乎家族的未来。曾经杜普莱恩这个名字代表着战场上的荣光，年轻的公爵带着满腔热血投身战争，那时候的他承载着和父亲一样的期待。可谁能想到，这份沉重的家族传承最后竟成了压在女儿身上的枷锁。曾经那双全是野心的眼睛，如今只剩下无尽的沉重。公爵发现女儿确实变了，这种改变并不是变得温顺，而是变得更加锋利。面对女仆们小心翼翼的关心，迪艾拉毫不犹豫地甩开了手。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现在的她拒绝任何人的靠近。这种决绝的姿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陌生。雷格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干巴巴的夸奖。这种迟来的认可对现在的迪艾拉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推开了所有想要靠近的仆人，独自走向德里克。德里克就坐在那里，什么都没说。在父亲和仆人面前，迪艾拉表现得像个无坚不摧的战士，可唯独在德里克面前，他终于撑不住了。迪艾拉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这场失败。这一声对不起包含了他所有的不甘心。德里克并没有任何嘲讽，反而表现得非常平静。对他来说，输赢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输了也没关系。他轻声安慰着迪艾拉，要把这种挫败感当成台阶，才能爬到更高的地方。这番话彻底点醒了迪艾拉，他从未想过失败竟然也能成为变强的动力。迪艾拉终于彻底崩溃了，他在德里克面前放声大哭，要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听到动静的玛丽埃拉忙赶来，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女儿。在母亲温柔的安慰下，迪艾拉暂时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可大家都清楚，有些东西一旦被打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顺从地跟着女仆离开，准备先去处理身上的伤口。看着女儿走远，玛丽埃拉脸上的温柔瞬间消失了。她叫住了正要离开的德里克，语气里全是嫌恶：“你这个卑贱的家伙，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教了点不入流的魔法，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吗？”还没等德里克反应过来，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甩在他脸上。在玛丽埃拉眼里，德里克教的那些东西简直是在玷污贵族的身份。他死死拽住德里克的衣领，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在他身上，认为是他带坏了高贵的女儿，让迪艾拉变得如此粗俗。这一巴掌打得极重，他嘴里还不停咒骂着，觉得德里克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配谈什么尊严。
看到公爵走过来，她赶紧指着德里克告状，觉得丈夫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把这个带坏女儿的家伙赶出去。可谁也没想到，公爵反手就是一个耳光，这一声脆响，让整个场面瞬间死寂。到底是谁在这里丢人现眼？公爵的声音冷到了冰点，在他看来，这种歇斯底里的傲慢才是真正的粗俗。玛丽埃拉完全不敢相信，丈夫竟然为了一个平民动手，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让她根本看不清现在的局势。没错，他确实只是个平民。公爵的声音沉稳有力，但他更是迪艾拉的老师，哪有父母会这样对待老师的？他放下身段，向德里克道歉，把妻子的疯狂归结为爱女心切。这不仅是在平息德里克的怒火，更是在维护公爵府最后的体面。德里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歉意。公爵示意他去会客室单独谈谈，看来真正的正事现在才要开始。玛丽埃拉独自留在原地，她怎么也想不通，丈夫竟然会为了一个外人当众撕碎她所有的尊严。公爵坐在桌前，他承认德里克把女儿教得很好。作为这片领地的主人，他决定给出一份无法拒绝的奖励，平民能接触到的最高境界——3星魔法。你想要吗？德里克完全被看穿了，对方给出的筹码精准得让人脊背发凉，简直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的渴望。这就是5星魔法师的压迫感。身为帝国的公爵，领主不仅有权势，更有看透人心的眼光。既然机会已经摆在面前，那就绝对没有放手的理由。面对这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德里克没有半点犹豫，他直接给出了最肯定的回答：没错，我想要。虽然德里克教得不错，但杜普莱恩公爵却说，这点成绩在贵族圈根本不够看。他直言女儿需要的不是普通的指导员，而是一个真正的老师。作为一个平民，德里克的野心已经越界了。公爵这是在警告他，有些梦根本不该做。他直接把话挑明了，德里克的野心对贵族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但他竟然说可以破例容忍。德里克想要冲击4星魔法，甚至更高境界的心思，这种被完全看透的感觉，确实让人脊背发凉。既然这里已经留不住他，杜普莱恩公爵索性问得更直接：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离开了？德里克没有否认，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打算。公爵并不打算强留，但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在走之前必须再叫迪艾拉一段时间，因为他很清楚平民能触及的最高境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德里克没有任何犹豫，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只要能拿到更强的力量，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通往更高境界的路就在眼前。德里克独自走进这片禁地，他翻开那本沉甸甸的秘籍，上面密密麻麻的魔法阵，就是他改变命运的钥匙。只要掌握了这些，他就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平民了。看着满屋子的秘籍，德里克也不由得感叹，普通人穷极一生都难求的2星魔法，在这里竟然只是最基础的收藏，而且全都是珍贵的3星级别。有了这些宝贝，留在公爵府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这简直就是一座挖不完的金矿，只要能把这些知识吃透，他的实力绝对会发生质变。不过要是让佩林知道这件事，估计他得当场气疯了，毕竟这种机遇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教学也传来了好消息。迪艾拉叉着腰，得意地宣布自己终于成了一名1星魔法师。看来德里克的付出没有白费。面对迪艾拉的炫耀，德里克只是随口应了一句：既然你已经能用出1星魔法，那勉强算是个魔法师吧。迪艾拉一听就急了，徒弟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当师傅的难道不该高兴吗？德里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在他看来，这又不是他自己突破了境界，确实没什么好兴奋的。不过看迪艾拉现在的精神头，这3天的恢复情况还算不错。他甚至还坏心思地提起了旧账，说某人之前可是哭得稀里哗啦。迪艾拉立马像被踩了尾巴一样，死活不承认自己哭过，非说是沙子进了眼睛，还顺带埋怨起自己的父亲。要是公爵早点告诉他，德里克根本不会走，他也不至于担心成那样。德里克准备开始今天的特训，他难得开口夸奖了一句，说迪艾拉的进步确实很快，很快就能接触其他1星魔法了。迪艾拉一听这话，立马故意凑过去追问，非要德里克把那句夸奖再说一遍。德里克倒也坦诚，直言在觉醒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1星魔法，这种天赋确实非常少见。这下迪艾拉彻底飘了，他得意地表示自己向来是说到做到，天才少女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他已经开始幻想接下来的特训是学不用吟唱的魔法剑，还是威力巨大的锋刃，甚至连冰枪他都想尝试一下。只要练好了这些，以后绝对能把雷格按在地上摩擦。可德里克一盆冷水直接泼了下来，接下来的训练内容依然是枯燥的魔力显现。迪艾拉整个人都傻了，明明说好要教1星魔法，怎么又要回去练基本功啊？德里克耐心地解释，虽然理由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基础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魔法最后都要回归到对魔力的控制上。迪艾拉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但还是乖乖点头答应了，只是嘴里还忍不住小声嘀咕，白让自己兴奋了半天，还以为今天能学点厉害的招数。看着迪艾拉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德里克一直盯着他没说话。迪艾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忍不住问他到底在看什么，难道自己脸上沾了东西？德里克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说自己只是有点意外，没想到对方竟然会这么听话。迪艾拉一听这话，立马炸毛了，他一边反驳一边强调自己从一开始就非常尊重老师，这傲娇的性格真是一点都没变。德里克直接开启了毒舌模式，说从2人刚见面开始，迪艾拉就往他头上泼了2次脏水，这哪里像是尊重的样子？迪艾拉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能生硬的转移话题，一边夸今天天气真好，一边催着赶紧去练习魔力显现。看
看着迪艾拉落荒而逃的背影，德里克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丫头转移话题的方式也太拙劣了。不过这种不服输的镜头倒还真有几分可爱。夜幕降临，迪艾拉并没有因为枯燥而偷懒，而是在月光下独自加练。看来她是真的想变强啊。德里克看着躺在草地上的迪艾拉，随口提了一句：“听说她接下来的日子要变天了。”迪艾拉无奈地坐起身，看来消息传得比他想象中还快。从下周开始，除了魔法特训，他还得参加各种繁琐的贵族课程。德里克倒觉得这是件好事，既然已经掌握了一星魔法，那确实该接受真正的名媛教育了。可迪艾拉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礼仪外语、地理、历史，甚至连钢琴和缝纫都要学，这哪里是当小姐，简直是在受罪。他忍不住开始怀疑，那个被所有人称赞的艾瑟琳，当初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德里克语气平静地给出了答案：正因为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艾瑟琳才是公认的杜普莱恩之花，更是整个社交界最耀眼的存在。迪艾拉看着星空低声呢喃，他现在只想心无旁骛地学习魔法。德里克回答的也很干脆，既然想学，那就继续做下去，反正公爵大人已经认可了他。迪艾拉无奈地笑了笑，事情可没他想的那么简单。虽然父亲大人点头了，但母亲可不是那种会轻易妥协的人，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德里克有些纳闷，这位夫人为什么非要针对他？迪艾拉叹了口气，说出了真相。母亲是担心他跟着德里克学坏了，怕他丢掉贵族该有的优雅，最后变得像个粗鲁的雇佣兵一样。德里克回想起今天的实战训练，那种招招致命的风格，确实跟贵族追求的华丽魔法完全不同。但他接下来的反应，却让迪艾拉完全没料到。德里克给迪艾拉出了个主意，想要让那位夫人彻底闭嘴。其实一点都不难，关键就在于得亲手撕掉他手里那块遮羞布。迪艾拉听得似懂非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府邸里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此时的夫人正满心焦虑，在他看来，德里克这种来历不明的野路子，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竟然敢把他纯洁的女儿带入歧途。他越想越觉得心疼，觉得自己那宝贝女儿肯定正掉进德里克设下的陷阱里。德里克直接把迪艾拉带到了地牢，指着地上那个被绑得严严实实的男人，语气里全是很近。看好了，这就是雇佣兵的办事方式。迪艾拉不仅没被吓跑，反而听得非常认真。在夫人的脑补里，事情已经朝着最离谱的方向发展了。他看到迪艾拉扛着一头野猪，大摇大摆地闯进顶级舞会，一边狂笑一边把贵族们吓得四处逃窜。这哪还是什么名门千金，简直成了社交界的活土匪。夫人越想越觉得离谱，就算公爵大人再怎么信任他，这府邸里真正说了算的还是他这个女主人。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一场针对德里克的风暴已经在暗中酝酿了。在夫人的记忆里，女儿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哪怕别人觉得她有些幼稚，夫人也最喜欢她撒娇的样子，觉得那才是她最纯真的一面。可当她转过身，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眼前的迪艾拉动作优雅的挑不出半点毛病，甚至还主动向她行了一个标准的贵族礼。这还是那个只会往怀里钻的小女孩吗？迪艾拉不仅没有变粗鲁，反而变得比以前更有大家闺秀的气度了。夫人彻底懵了，德里克到底对她做了什么？迪艾拉表现得滴水不漏，她先是为之前的缺席礼貌道歉，接着又找借口说要去上钢琴课，这一套说辞优雅的让人挑不出毛病。夫人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只能尴尬的顺着她的话点头。看着女儿准备离开的背影，夫人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你的礼仪课不是下周才开始吗？怎么现在就表现得这么得体？”迪艾拉回头微微一笑，语气里满是大家闺秀的从容。她说自己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课程。夫人这下彻底接不上话了，明明还没正式开始学习，女儿却已经像个完美的贵族名媛了。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简直让夫人感到脊背发凉。迪艾拉开始在府邸里实战演习了。一个女仆不小心失手掉了东西，要是换做以前，这种小事她根本不会多看一眼。可现在她却主动走上前，语气温柔的让人不敢相信，不仅关心对方有没有受伤，还叮嘱人家千万别累着了。女仆整个人都听傻了，结结巴巴的连话都说不利索。眼前的这位小姐简直善良的像个圣女。看着迪艾拉优雅离去的背影，周围的仆人们全都面面相觑。这种完美到极致的礼貌，反而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她到底想干什么？最近贵族区的沙龙里热闹了不少。艾伦特放下茶杯，语气里满是关切。他说上次见艾瑟琳的时候，对方看起来心事重重的。艾瑟琳听完只是淡淡一笑，解释说那些麻烦事都已经解决了，让大家白担心一场。现在的他看起来确实轻松了不少。艾伦特顺势提起了那个传闻，听说艾瑟琳为了救人，竟然破天荒地跑到了贵族区外面，这在社交圈可是个大新闻。艾瑟琳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其实是为了给妹妹迪艾拉找魔法老师，这才亲自出面跑了几趟。这个理由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艾伦特坐在对面，心里却在不停打鼓，到底是什么样的厉害角色，能让艾瑟琳这种身份的人亲自跑去贫民窟请回来？旁边的丹尼斯也凑了过来，他一脸惊讶地提起迪艾拉，说前阵子在府邸见到这位小姐时，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不仅举止端庄，甚至还觉醒了一星魔法。丹尼斯忍不住感叹，看来艾瑟琳这次是真的找对人了，能把那个孩子教得这么出色，这位老师确实有点东西。可丹尼斯却觉得哪里不对劲，杜普莱恩家以前明明一直把迪艾拉藏着，怎么现在突然开始大放展示了？艾瑟琳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那位神秘的老师竟然是个佣兵，虽然身份上不了台面，但能让艾瑟琳亲自去佣兵团请人，足以说明他的实力有多恐怖。
艾伦特在一旁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想起迪艾拉以前的传闻，那可是个连厨师都能吓跑的小祖宗，在贵族圈里名声坏透了。可这个佣兵不仅管住了那个刺头，甚至还把他教成了魔法师，这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有这种本事？艾伦特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他盯着艾瑟琳问出了那个名字。他说：“既然能教好迪艾拉，这位老师以后肯定会出名，不如现在就告诉大家他的名字。”艾瑟琳没有打算隐瞒，终于揭晓了答案。他叫德里克。迪艾拉正在长辈面前展示礼仪。他说，德里克不仅教他魔法，连这些复杂的规矩也教了不少。玛丽埃拉夫人看着眼前端庄的孩子，还以为是他自己开窍了，忍不住夸他懂事好学。迪艾拉却认真的解释道，以前自己怎么学都学不会，多亏了德里克的教导，他才能像现在这样应对自如。看来这位老师的本事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全面。刚才还在小辈面前装得和蔼可亲，夫人一转身就彻底撕下了伪装。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德里克这个名字，简直像中了邪一样，怎么哪儿都有这个男人。他觉得德里克肯定给迪艾拉灌了迷魂汤，绝不能让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这个眼中钉。可府邸里的仆人们却完全是另一种画风，大家都在私下传开了，迪艾拉小姐最近变得特别温柔，不仅没再乱发脾气，甚至还会主动关心下人。连老管家德尔隆都忍不住感叹，这种优雅又稳重的气质，以前只在大小姐艾瑟琳身上见过。仅仅用了几个星期，德里克就让这个顽劣的孩子脱胎换骨，这手段确实让人不得不服。听着别人的讨论，玛丽埃拉心里充满了恨意。夜深人静的时候，德里克并没有休息，他独自来到草地上，翻开了那本神秘的魔法书。蓝色的魔力在周身疯狂涌动，他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虽然只是个佣兵，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实力的重要性。直到最后彻底脱力倒在地上，他才终于停了下来。为了守住现在的局面，他付出的努力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就在德里克刚想喘口气的时候，雷格突然出现在了身后，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打了个招呼，问是不是打扰到德里克加练了。德里克摆了摆手，示意没关系，问他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雷格坐到一旁，说想聊聊关于迪艾拉的情况。还没等正式开口，雷格的目光就被旁边的书吸引了，他一眼就认出那是本3星魔法书，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德里克倒是表现得很平静，说这是公爵大人亲手借给他的。雷格听完直接愣住了，这种级别的宝贝竟然会借给一个外人。德里克也知道这书对他来说太深奥，但他觉得机会难得，哪怕现在看不懂也要提前钻研。这种拼命变强的劲头让雷格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雷格还在回味公爵大人的评价，能被那位大人亲口承认是真正的魔法师，德里克的地位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了。德里克倒是没把这些夸奖放在心上，他直接切入正题，问雷格大半夜跑来找他，到底关于迪艾拉有什么事？刚才还一脸严肃的雷格突然变得支支吾吾，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德里克，现在的年轻女孩到底都喜欢什么？他甚至想亲手缝一个长得像迪艾拉的娃娃。可当德里克想到之前的娃娃时，整个人都沉默了。这哪是送礼，这简直是想给人家留下心理阴影。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绝对不行。雷格赶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他也只是随便想想，并没打算真的动手去做。德里克也没客气，直言那种东西确实没人想要。既然训练已经结束了，雷格提议先回屋休息。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突然很认真递到了声谢，感谢德里克这段时间的付出。雷格感慨最近府里的气氛变好了，连瓦莱里安都在认真处理领地事务。公爵大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显然是非常满意的。德里克随口接了一句，那位大人的心思确实很难猜。雷格听完哈哈大笑，说全府上下估计没人不赞同。雷格望着夜空自言自语，说人确实是会变的，尤其是像迪艾拉那个年纪的孩子，既然连他都开始努力了，自己也没理由再逃避下去。他转过头看向德里克，很认真地说了声谢谢，觉得是因为德里克的到来才让这里的一切有了转机。不过雷格很快又提起了另一件事，他发现迪艾拉的魔法很特别，施法的时候不像是在战斗，反而更像是在随手画画。问德里克有没有察觉到这种不同。德里克表面上没动声色，这种极度细微的差别，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出来。看来雷格是个深藏不露的天才啊。德里克告诉雷格，迪艾拉用的是野性流派的魔力，这种方式完全看个人悟性，等他真正掌握了门道，就不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了，甚至老师的干预反而会变成阻碍。雷格听完若有所思，原来迪艾拉的天赋这么惊人，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迟早会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时间一晃就过了2个月，府里的日子平静又安稳，连桌上的花都开得格外灿烂。女仆采来鲜花，想给迪艾拉带上。迪艾拉闻着花香感叹，最近这几个月感觉家里就像春天提前到了一样。迪艾拉现在不仅能熟练使用魔法，和府里佣人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他感慨以前错过了太多精彩，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德里克。女仆笑着打趣说，难怪他今天看起来这么开心，是不是因为又要去上魔法课了？迪艾拉听完还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花插进花瓶里掩饰一下。他还特意留出了一朵最漂亮的，打算亲手送给德里克。可就在这最温馨的时刻，花朵却突然从手中滑落。迪艾拉呆呆地站在门口，刚才听到的那句话让他整个人都懵了。他追问德里克到底是什么意思，德里克没有回避他的目光，语气平静得让人心寒。他说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教他的了。瓦莱里安在一旁沉默不语，
显然这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就像这世间的四季规律，没有永远的寒冬，自然也就没有永远的春天。难道这段美好的日子真的要到此为止了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迪艾拉注定属于广阔的荒野，如果自己再这样干涉下去，只会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杜普莱恩公爵听出了他的去意，既然如此，这地方确实没有理由再留他了。面对这个结果，德里克只是平静的接受，两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到这里就算彻底结束了。杜普莱恩公爵缓缓走到窗边，语气里满是感慨，多亏了德里克的出现，女儿才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承认自己忙于领地，从来都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但看到女儿现在的样子，他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杜普莱恩公爵开口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走？既然决定要离开，剩下的行程自然的交代清楚。德里克打算等艾瑟琳小姐过来，到时候顺路搭马车回去。这听起来是个挺稳妥的计划，可杜普莱恩公爵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他要求德里克现在就交出钥匙。德里克本想看完手里的书，再通过管家把东西还回去，毕竟离出发还有几天时间。但杜普莱恩公爵直接把书送给了他。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德里克确实没必要再拒绝了。德里克独自走在空荡荡的长廊里，本以为能就这样安静的离开，可迪艾拉还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埋怨德里克总是这么突然，出现的时候毫无征兆，现在又要一声不吭的走掉，语气里全是委屈和不甘心。德里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毕竟有些决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迪艾拉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个男人一旦拿定了主意，谁也没法让他回头，但他还是想最后再试一次。他放下了所有的骄傲，问他能不能为了自己留下来。德里克说自己要回去当佣兵了，还要继续钻研魔法，他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路，而这条路上暂时没有他的位置。他安慰迪艾拉说以后还会再见，等他学有所成去参加社交舞会，那时候他会变得更强，再来教他一些新的东西。迪艾拉小声嘟囔着他真讨人厌，因为德里克总是能说出最正确的道理，让他连反驳的借口都找不到，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一切都安排好。夜深了，整座府邸都安静的可怕，可迪艾拉躺在床上却并不安稳，像是被什么可怕的梦魇缠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那些难听的话像针一样扎过来，骂他是没用的废物，说他除了高贵的血统根本没有半点魔法天赋。在那些人眼里，他就是杜普莱恩家族的耻辱，甚至根本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上。这些阴影从小就缠着他不放。猛地睁开眼，四周终于恢复了安静，他死死抓着被角，原来刚才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场甩不掉的噩梦。女仆听到尖叫声，急忙冲了进来，担心迪艾拉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可此时的迪艾拉根本听不见外界的声音，她的脑子里全是一个疯狂的念头，如果自己重新变回那个坏脾气的大小姐，像以前那样到处惹麻烦，甚至动手去打这些无辜的下人，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只要自己变得足够不可理喻，德里克是不是就没法丢下他不管了？为了能留住那个男人，他甚至想过要亲手毁掉现在的自己。女仆还在旁边焦急地询问着，迪艾拉猛地回过神来，最后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这种卑微又阴暗的想法，终究还是没法说出口。迪艾拉最终还是清醒了过来，他知道那些幼稚的手段根本没用，就算靠耍赖把人强行留住，也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和价值。他必须学会自己去面对这一切。转眼到了出发的日子，艾瑟琳已经在马车旁等着了。他提醒德里克动作快一点，毕竟路途遥远，他们得抓紧时间上路。看着德里克拎起行李箱，瓦莱里安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难道真的飞走不可吗？毕竟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安顿好了。但他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答案。德里克没有任何犹豫，他说自己必须回到该去的地方，那里有他还没完成的使命，也有他必须要面对的未来。这场短暂的相遇，终究还是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瓦莱里安最后叮嘱了几句，说这段时间辛苦他了，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处，尽管开口联系，他一定会尽力帮忙。德里克只是轻声说了句谢谢，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那个一直沉默的迪艾拉身上。迪艾拉正抱着胳膊站在不远处，看起来比平时要严肃得多。德里克走上前去，还没等他开口，迪艾拉就先抢过了话头，问他干嘛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难道是觉得他会哭着求他留下来吗？他挺起胸膛，语气里带着一丝倔强，说自己早就不是那个爱哭的小孩子了。德里克看着眼前的女孩，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他说能教导迪艾拉是自己的荣幸，虽然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当他的老师，但希望他能记住那些一起学习的日子，记住那些属于他们的魔法。迪艾拉听完却笑了起来，他说自己一定会大声告诉所有人，德里克就是他最自豪的老师。既然教出了这么厉害的学生，那他以后可别想再过什么清静日子了。迪艾拉还是忍不住开了口，叮嘱他千万别去冒险，更不要随随便便就让自己受伤。虽然嘴上说的强硬，但那份担心是怎么也藏不住的。德里克让他也多保重，别总是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迪艾拉却立刻反驳道，说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听到这句话，德里克陷入了沉默，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也曾对另一个人说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候他也以为只要长大了就什么都能解决。记忆里的卡地亚温柔地抱住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让他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可直到今天他才明白，
有些承诺到底有多沉重？同样的对白在耳边重合，德里克没有再说话。关于成长的代价，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德里克轻声叫了他的名字，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说：“其实没必要这么急着长大，在这个年纪，他本该拥有更多的快乐和自由。”迪艾拉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看着他转身走向马车。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就在德里克快要上车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他说：“一定要再见面啊！”接着用力挥了挥手，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德里克也停下脚步，回头回应，约定好下次在埃贝尔斯坦重逢。迪艾拉笑着答应了那个约定。当马车停在埃贝尔斯坦的时候，周围到处透着一股混乱和躁动，还没等看清街道的样子，耳边就传来了阵阵叫嚣声。推开那扇破旧的大门，眼前的场面让人猝不及防。一个瘦小的身影正骑在别人身上，拳头一下接一下地砸过去，周围的人非但没有拉架，反而像看戏一样疯狂起哄，喊着直接把人打死。德里克就站在不远处，平静地注视着这场闹剧。佩林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冲着门口大喊了一声德里克的名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招呼，德里克轻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原来这个全是暴力和喧嚣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熟悉的老家。德里克回到了熟悉的小酒馆，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地盘。杰登端上他最爱的蜂蜜酒，调侃说：“贵族才喝这玩意。”佩林盯着他看了半天，总觉得他现在变了个人。难道贵族生活真能让人脱胎换骨？可德里克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在那打工而已。”这种客套话听得佩林直翻白眼，这说话腔调简直跟贵族一模一样。他到底在那经历了什么？佩林还在为之前的工作抱怨个不停。杰登赶紧劝他喝点酒消消气。既然德里克回来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他这次赚了多少。德里克却说他带回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他随手把一本厚重的书拍在桌上。杰登凑近一看，猜测这难道是2星魔法书？德里克语气平淡的纠正：“这是3星的。”这话一出，两人直接被吓傻了。这种宝贝怎么可能轻易到手？杰登甚至怀疑他是去哪偷来的。德里克坦白这是公爵送的。佩林听完直接坐不住了，抓着他领子非要问那里还缺不缺人。这种顶级大腿谁不想抱一下？夜深了，德里克却一点休息的意思都没有，开口就问最近有没有委托。佩林都听懵了，这刚回来就要去拼命吗？德里克觉得自己当老师太久，手都有点生了。杰登听完哈哈大笑，这行最缺的就是魔法师，只要他想干，明天就能有活干。德里克眼神坚定，他已经等不及要找回那种刀尖舔血的感觉了。第二天一早，佩林和德里克就出发了，结果还没走多远，麻烦就接二连三的找上门。佩林被怪物追得满地乱跑，好不容易才把这家伙放倒，紧接着又被巨型蜘蛛包了围，眼看佩林就要顶不住了。德里克终于出手了，那把发光的长剑一出鞘，瞬间就解决了所有威胁。等战斗彻底结束，佩林已经累得瘫在车上动弹不得，反观德里克居然还在那若无其事的看书，仿佛刚才的恶战只是热身。深夜萤火旁，佩林早就累得呼呼大睡，德里克却独自走到林子里开始加练。他身上散发出的魔力波动远比白天表现出来的要恐怖得多。德里克正尝试融合那股狂暴的魔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噬。还没等他彻底稳住，魔力瞬间失控炸开，整片森林都被这道强光照亮了，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他掀翻在地。他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虽然2星魔法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但3星魔法这块硬骨头确实比想象中要难啃得多。这道等级之间的门槛就像是一堵高不可攀的墙，但他心里清楚，想要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他就必须跨过去。眨眼间大半年就过去了，从绿意盎然到大雪封山，德里克这几个月可没闲着，一直在疯狂接任务磨练自己。伴随着刺骨的寒风，两人总算赶在深夜回到了酒馆。佩林冻得够呛，嘴里还不停抱怨这鬼天气。杰登看着这2个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真敢在冬天进山。杰登接过那个血淋淋的袋子，里面装的是阴身女妖的首级。这种天气还敢去猎杀这种怪物，也就只有德里克这种疯子干得出来。德里克随手抹掉脸上的血迹，眼神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沉稳。这半年的玩命历练，让他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杰登看德里克最近实在太拼，本想让他歇一歇，结果刚好有个报酬丰厚的新委托，虽然听起来有点麻烦，但对他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制。原来是西界的佣兵团发来的，那位贝尔米亚德伯爵家正在找个平民去陪练魔法，说白了就是去当人肉沙包，挨几下打就能拿不少钱。德里克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独自来到了贵族区的竞技场。这种活儿对普通人来说是送命，但对他这种狠角色来说，说不定只是换个地方热身。此时的竞技场内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了。艾伦特正打听今天的对练对象，老师却说给他找了个平民当靶子，好让他能毫无顾忌地练习攻击魔法，反正钱给够了，让他只管放开了打。艾伦特听完冷笑了一声，觉得这又是贵族那一套虚伪的把戏。老师还特意叮嘱说对方能接住1星魔法，可艾伦特根本没放在眼里，毕竟1星和2星之间隔着的可是天壤之别。而此时的德里克正坐在场边默默整理装备。艾伦特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问他是不是今天的陪练。德里克倒是很淡定，只是平静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听到德里克这个名字，艾伦特突然定住了，总觉得好像在哪听过，却一时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看着德里克这张年轻的面孔，他心里直犯嘀咕，这小子真的是魔法师吗？怎么看都像个没成年的孩子。既然已经到了竞技场，艾伦特一边活动着肩膀，一边准备给这个新人一点颜色看看。
艾伦特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问德里克懂不懂对练的规矩，还让他待会儿尽量多撑一会儿，因为他打算速战速决，直接用冲击波把他轰出场外。德里克听完却陷入了沉思，他反问道：“你说的尽量多撑一会儿，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尺度？”艾伦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觉得这小子是不是脑子坏了。德里克却一脸认真的解释：“只有知道该拿出多少实力，才能让你练得更有效果。”这话听者是在客气，实际上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担心的不是自己会输，而是怕自己稍微一用力，这场对练就直接没法玩了。老师在一旁无奈的直摇头，显然觉得德里克这牛吹得有点大。艾伦特更是直接笑出了声，觉得这小子说话的方式真有意思。他再次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让德里克拿出全部本事来抵抗。毕竟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场单方面的虐菜练习。可德里克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遵命。”随着他话音落下，手心燃起了悠悠的蓝光。面对德里克的挑衅，艾伦特终于不再保留。他一边吟唱着复杂的咒语，一边在心里暗自盘算：这小子年纪轻轻就能达到1星，确实是个难得的天才。可惜他实在是太傲慢了。他要用这一招让对方明白，平民和贵族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高墙。随着咒语完成，狂暴的魔力瞬间化作巨大的冲击波，直奔德里克而去。可面对这足以致命的攻击，德里克竟然连躲都没躲，他只是冷静地站在原地，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切。狂暴的魔力冲击散去，德里克竟然连衣服都没弄脏。他抬头看向对面的女人，语气平淡地问：“下一招是什么？”这副从容的样子彻底激怒了艾伦特。虽然承认这小子确实有狂的资本，但他绝不相信平民能真的抹平实力的差距。既然普通的攻击没用，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墙壁。随着咒语再次响起，无数幽蓝色的光毛在地面瞬间成型。他猛地挥手，这些光毛带着破空声呼啸而出。这一次，他显然是要动真格的了。艾伦特大声宣布：“这一切该结束了。”无数幽蓝色的光毛倾泻而下，要把眼前的对手彻底淹没。面对这密不透风的攻击，德里克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可就在光毛处碰到他的瞬间，竟然全部像撞上了铁板一样，当场碎成了粉末。艾伦特整个人都定住了，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杀招，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实力到底深到了什么程度？他怎么也没想到，德里克竟然能把一个基础法术控制到这种恐怖的程度。就连旁观的老爷子也看呆了，他忍不住感叹：作为一个平民，这小子的魔力水平简直高得离谱。看来他那个老牌佣兵的身份确实不是吹出来的。艾伦特终于收起了轻视，他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既然普通的招式压不住你，那就试试这一招。随着他开始全力吟唱，狂暴的火焰瞬间冲天而起。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意图，艾伦特竟然直接改变了战术。他不再追求精准打击，而是打算把整个竞技场都给炸了。作为一个贵族，这种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但这种无差别的覆盖攻击，显然是想彻底封死所有的退路。漫天的火焰长矛如雨点般落下，瞬间封锁了每一个死角。面对这种规模的轰炸，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这一招根本没法躲。既然没法躲，那就干脆不躲了。漫天的火雨瞬间把德里克淹没，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全场。艾伦特死盯着那片烟尘，在这么密集的轰炸下，就算对手再怎么厉害，也该吃点苦头了吧。可谁能想到，等烟雾散去之后，德里克竟然像个没事人一样，连衣服角都没被烧着。艾伦特这招确实狠，他竟然趁着烟雾还没散，直接冲到德里克面前，甩出了一记零距离的冰枪。这种距离根本没法躲，甚至连张开防御屏障的时间都没有。不得不说，这姑娘的战斗天赋确实有点吓人。可德里克也不是吃素的，就在冰枪快要刺中他的瞬间，他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整个场面瞬间就失控了。艾伦特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他痛苦地捂住双眼，刚才那股必胜的气势一下子全没了。艾伦特被这下震得不轻，眼前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看不清德里克躲到了哪里。这种失去视野的感觉，简直比直接挨一拳还要糟糕。冷静点，既然眼睛看不见，那就靠耳朵去听，只要能捕捉到哪怕一点动静，就还有反击的机会。可还没等他定下神来，一道寒光就擦着脸颊飞了过去。最诡异的是，他竟然连一点破空声都没听到。难道这家伙的攻击竟然是完全静音的？看着德里克不紧不慢地走过来，艾伦特终于意识到，这场战斗的节奏已经彻底不在他手里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攻击，而是能让声音消失的幻术。难怪刚才一点动静都没有。艾伦特这下总算看清了对手的套路。更可怕的是，德里克连他会靠听力反击都算到了。原来刚才那一发落空的攻击，根本就是他故意放水的试探。这种被看穿的感觉，简直比直接打败他还要难受。这家伙居然敢在战斗中留手，这分明是没把他放在眼里。可德里克根本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只是随手一挥，更多的无声冰刃已经封锁了所有退路。这下真的麻烦大了，想靠这种程度的攻击打败我，简直是白日做梦。艾伦特一边抵挡冰刃，一边死死盯着对手的动作。可谁能想到，德里克竟然放弃了远程压制，直接全速冲了过来。他是打算近身肉搏吗？这简直是自寻死路。要知道，艾伦特最引以为傲的本事就是快到离谱的施法速度。只要德里克敢抬手出招，他就能在对方完成魔法之前，先一步把对手彻底解决。胜负就在这一瞬间了。艾伦特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那只手稍微动一下，这场战斗就要画上句号了。
德里克猛地蹬向墙面，这动作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艾伦特原本还在死盯着他的双手，可下一秒局势就彻底失控了。谁能想到德里克的脚尖竟然亮起了紫光，他居然把魔力汇聚在了最末端，直接跳过了复杂的施法手势。这种招数简直闻所未闻。还没等艾伦特想明白，狂暴的冲击力已经正面轰了过来，他被这股力量震得连连后退，甚至连防御都来不及做全。远处的老人默默看着这一切，他心里很清楚，德里克这一招出其不意，已经让这场对决的胜负彻底失去了悬念。德里克的这种野路子虽然看着乱，但对于那些死守规矩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无法预测的噩梦。艾伦特慢慢稳住了身形，他盯着眼前的年轻人，忍不住感叹了一句：“你这家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小鬼。”这语气里已经没了先前的傲慢，反而多了几分发自内心的认可。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一开始确实没把德里克放在眼里，甚至觉得他只是个满嘴大话的骗子。但这一战彻底打醒了他，德里克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既然你教了我这么有趣的东西，那接下来的事情可就变得更有意思了。艾伦特这声谢谢刚说完，原本以为战斗会就此打住，可谁能想到德里克反手就送了一份大礼。紫色的魔力像海啸一样爆发，德里克根本没打算点到为止，他周身的气场瞬间变了，这是要动真格的节奏。艾伦特完全没料到这一招，整个人瞬间被恐怖的冲击力掀飞，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所有的防御都成了摆上。随着一声尖叫，他直接被这股力量彻底吞没。看来德里克是想告诉所有人，一旦他认真起来，这场对决就再也没有退路了。德里克从半空中俯冲而下，手中的紫色魔力已经彻底锁定了目标，这根本不是在切磋，而是单方面的处决。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这种压倒性的杀气让周围的空气都快要凝固了。艾伦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逼近，在绝对的速度和力量面前，他所有的反抗都显得那么无力。就在这要命的关头，比赛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德里克收手收得干净利落，落地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语气平淡地说了句多谢指教。这实力差距也太悬殊了。艾伦特站在原地半天没动弹，他心里很清楚，刚才那一刻自己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打完这场，两人总算能坐下来喝口茶了。德里克倒是挺会客套，一个劲的夸奖对方反应快，是个了不起的魔法师。艾伦特可不吃这一套，他心里很清楚，一个平民能有这种身手，背后肯定吃了不少苦。德里克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作为一名雇佣兵，他只是想活下去而已。这话听着轻巧，背后的分量却重得吓人。艾伦特这人倒是挺直爽，他说自己最欣赏努力的人，还不忘特意提醒一句，千万别去招惹那个古板的老师。聊到接下来的比赛，德里克觉得以他的实力拿个好名次肯定没问题，可艾伦特却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那些小打小闹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真正想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艾瑟琳。听到这个名字，德里克半天没说出话来。聊到这儿也该散场了，艾伦特摆摆手让他先走，可看着德里克离开的背影，他总觉得这个名字在哪听过，这不就是艾瑟琳挂在嘴边的那个人吗？还没等德里克走远，艾伦特突然从后面死死拽住了他。他这一下可不是为了叙旧，而是直接掀开了他的底牌。就是你吧，那个教过迪艾拉的雇佣兵。这话一出口，德里克就知道自己藏不住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既然身份已经被识破，有些话恐怕今晚必须得谈透了。艾伦特这回是真不打算绕弯子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德里克，只要能赢过艾瑟琳，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德里克听完有点意外，毕竟伊瑟琳现在的实力还没到2星，可艾伦特却等不及了，他必须在这次实战里把对方踩在脚下。德里克随口夸了一句好胜心强，可艾伦特却冷笑了一声，说这哪是什么好胜心，不过是些见不得光的嫉妒罢了。他看着茶杯里自己的倒影，承认这种感觉既丑陋又可怜，可他就是没办法停下来，这种执念到底会把他带向哪里？艾伦特自嘲地叹了口气，他说自己以前没少在背后搞小动作，可不管他怎么诋毁，艾瑟琳却总是选择包容和理解，这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德里克听得一头雾水，直接打断了他，为什么要特意把这些丑事全抖落出来？为了表示诚意，艾伦特甚至不惜自揭伤疤，因为他接下来的请求必须建立在绝对的坦诚之上。而德里克也终于点头，让他继续。既然德里克对他们两个的实力都摸得清清楚楚，艾伦特终于问出了那个最在意的问题：他和艾瑟琳之间到底差了多少？为了赢，他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打败艾瑟琳？艾伦特终于问出了这个压在心里最深处的问题。德里克端起茶杯，先是肯定了艾瑟琳的天赋，接着又说了几句场面话，夸奖艾伦特只要肯努力，以后肯定也能大有作为。可话还没说完，德里克就停住了。他发现眼前的这位大小姐根本不是来听这种安慰的，她眼里的那种执着，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绝望。为了能赢，她竟然不惜向一个雇佣兵求助，看来她是真的走投无路了。德里克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泼了一盆冷水。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艾伦特，你根本赢不了他。这话听起来非常残忍，几乎判了艾伦特死刑。可艾伦特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冷静。就算赢不了，我也一定要赢，哪怕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也要跟命运死磕到底。看着眼前这个偏执的女人，德里克一时间竟然没接上话。这种不要命的胜负欲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艾伦特直接摊牌了，既然你能把那个出名的废物都变成厉害的魔法师，那帮我赢过艾瑟琳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德里克没有立刻接话，就在气氛快要凝固的时候，他终于松口了，说办法确实有，但有些事他得先问清楚。这下艾伦特总算放心了，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坐好，只要能开条件，那这事儿就有的谈。到底是什么事让德里克这么在意？德里克先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你真的知道我是怎么教人的吗？那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指导，而是拿着剑把人往死里逼，这种教学方式简直就是在玩命。艾伦特虽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他现在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只要最后能赢，哪怕过程再痛苦，他也绝对不会退缩。德里克接着又提到了身份问题，他毕竟只是个拿钱办事的雇佣兵，可艾伦特根本不在乎这些，名声活面子在变强面前简直一文不值。艾伦特这次是认真的，他的目标可不只是赢过谁，而是要让自己的名字响彻整个帝国。如果连眼前的社交圈都搞不定，那未来的大计简直就是笑话。他甚至当场表态，为了赢，他可以连自尊都不要。德里克听完却摇了摇头，他打断了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个雇佣兵，你必须先给钱。这一下把艾伦特整不会了，刚才还在聊梦想和尊严，结果人家只想要劳务费。艾伦特赶紧顺着台阶往下爬，原来只是要钱啊。他大手一挥，表示自己完全不差钱，只要能办成事，多少酬劳都好商量。为了掩饰刚才自作多情的尴尬，他甚至还抱怨起屋里太热。德里克也收起了开玩笑的心思，既然对方已经做好了觉悟，那他也必须拿出真本事，用最严酷的手段来回应这份决心。接下来的聚会可不只是喝茶聊天，听说还要增加魔法决斗环节。艾瑟琳表情有些严肃，他觉得艾伦特的实力进步太快，自己必须得提前做点准备了。谁能想到正主竟然就在身后？艾伦特笑着走了过来，说既然有这种好机会，那他肯定也要参加。艾瑟琳愣了一下，赶紧笑着打了个招呼，说大家刚才正聊到他呢。艾伦特倒是表现得很从容，说大老远就听到艾瑟琳的声音了，看来这场还没开始的较量，火药味已经有点浓了。艾伦特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问这位公爵家的天才少女是不是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艾瑟琳倒是表现得很得体，说正因为对手是你，自己才更不敢掉以轻心。不过艾伦特这次显然有备而来，他提到自己请了一位新家教，虽然只是个平民，但实力却强得让他信心倍增。艾瑟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毕竟能让艾伦特看上的人可不多。可接下来的话却让艾瑟琳彻底淡定不了了。艾伦特笑着揭晓了答案，那位神秘的家教竟然就是德里克。看着艾瑟琳愣在原地的样子，艾伦特笑得更开心了。看来这场还没开始的较量，艾瑟琳已经先输了一阵。艾伦特还在那儿得意洋洋，说艾瑟琳没能留住的男人，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他本以为能看到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可艾瑟琳的反应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仅没生气，反而一脸真诚地握住艾伦特的手，连声说着恭喜，还夸奖艾伦特眼光好，真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这下轮到艾伦特傻眼了，他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心里却乱成了一团。这剧本怎么跟想的不一样？艾伦特在一旁暗自观察，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他觉得艾瑟琳肯定是在强撑，毕竟自己可是当众抢走了他妹妹的家教，就等着看对方破防的样子。艾瑟琳沉思了半天，刚想开口提醒一句，说德里克那个人其实有点特殊，可艾伦特根本没心思听。他看了看时间，说第一节课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就美滋滋地转身离开。看着他那副兴奋的样子，艾瑟琳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看来这第一节课，艾伦特注定要终生难忘了。艾瑟琳还在心里安慰自己，觉得德里克应该不是那种坏人，大家不过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必要把事情想得太严重。可另一边的酒馆里，德里克正对着堆成山的工作发愁。杰登也觉得纳闷，怎么伯爵家的差事这么多？德里克倒是挺看得开，只要不用跑远路，在哪儿干活都一样。杰登还是有点不放心，凑过来低声问了一句：艾伦特真的能赢过天才艾瑟琳吗？德里克喝了一口酒，语气里透着一股自信。虽然现在的局势不太乐观，但他手里还留着后手。杰登还在那儿算账，觉得只要艾伦特能升到2星，就能靠等级优势压过艾瑟琳。可他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理想状态下的空谈。德里克放下了手里的杯子，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正是要找杰登商量的事，因为接下来的计划光靠他一个人可搞不定，不仅需要杰登出力，德里克甚至还打算把佩林也拉进来，说是为了确保环境绝对安全。这让杰登听得心里直发毛。看着德里克那副认真的样子，杰登终于反应过来了，这小子根本没打算按套路出牌，他想搞的事情简直是异想天开。德里克也没有任何隐瞒，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个计划不仅乱来，而且从头到尾都透着危险。佩林在那儿哭天喊地，说自己遇到了彻头彻尾的骗子，不仅被坑得底裤都不剩，连最后一点积蓄也全赔进去了。杰登实在听不下去，只能叹着气掏出钱包，让他先拿这些钱去应急，毕竟这烂摊子总得有人收场。德里克和艾伦特的特训正式拉开序幕，可这第一堂课的内容就让这位大小姐当场愣住。德里克根本不打算讲什么理论，上来就要进行10轮高强度的实战。他说只有在真正的战斗中才能看清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艾伦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10轮实战，这哪是教学，这分明是想要他的命啊！可德里克的神情非常严肃，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看来这场所谓的特训注定要变成一场残酷的试炼。艾伦特倒是挺有觉悟，他说既然请了佣兵出身的德里克，就没打算听那些枯燥的理论，只要能变强，再粗暴的手段
他都能接受。德里克也不废话，手上瞬间燃起魔力。既然学生已经准备好了，那这场魔鬼特训就正式开始。眨眼间太阳就要落山了，训练场上一片狼藉，艾伦特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整个人已经彻底脱力。德里克走过来，语气平淡说：“只给10分钟休息时间，然后就要开始讲魔法基础。”艾伦特听完直接愣在原地，他现在连一滴魔力都挤不出来了。可德里克完全不为所动，他说只要再往死里逼自己一把，肯定还能压榨出潜能。看着这个冷酷的男人，艾伦特彻底没话说了，这哪是特训，这分明是在玩命啊！德里克的要求近乎苛刻，不仅嫌弃冰枪的形状不对，还命令艾伦特再做10个，甚至还要他连发100支魔力剑。这根本不是在训练，而是在挑战人类的极限。艾伦特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体内的魔力早就被榨干了。可德里克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在他眼里，找借口的时间不如多凝结一支箭，直到艾伦特彻底瘫倒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德里克却突然换了副面孔，语气平淡的让他去吃晚饭，甚至还贴心的问他要不要放弃，说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这话比任何训练都更有杀伤力。原本已经动弹不得的艾伦特，听到放弃这2个字，竟然硬生生的又坐了起来。艾伦特这大小姐脾气一上来，那是谁也拦不住。她嘴硬说这种训练根本不算什么，比起在上流社会勾心斗角，这点苦连塞牙缝都不够。德里克听完竟然点了点头，还破天荒的夸了他2句，说自己确实低估了他的毅力。这下艾伦特更得意了，甚至开始要求明天加大力度。他觉得今天总算熬出头了，还找借口说自己只是状态不好，明天一定让德里克刮目相看。可他还没高兴2秒钟，德里克的眼神就变得有些玩味。他反问了一句明天，艾伦特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德里克就冷冷地提醒他，谁告诉你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这下轮到艾伦特傻眼了，本想装个样子撑场面，结果却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德里克语气平淡地宣布，现在只是给你的晚饭时间。艾伦特还想垂死挣扎一下，干笑着说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觉得对方是在故意吓唬他。可德里克根本没打算配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自己接下这份差事可不是为了来陪大小姐开玩笑的。德里克这教练当得也太狠了，嘴上说着再来5个魔法剑，实际上根本没打算放过艾伦特。结果话音刚落，5个直接变成了10个，哪有这么叫人的？艾伦特气得当场大喊，你这怎么还带加码的？德里克可不管这些，直接放出狠话，不跑了就去练魔力显现。吓得艾伦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这一通折腾下来，艾伦特直接瘫在椅子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看来这大小姐的改造之路真的比想象中还要命。德里克看他实在撑不住了，还好心劝他实在不行就放弃。结果艾伦特这大小姐脾气一上来，非说这点强度连热身都算不上，这下可算是踢到钢板了。德里克可不跟他客气，既然你精力这么旺盛，那就别歇了，直接开始实战对练。艾伦特这下肠子都悔青了，屁股还没坐热就要接着拼命。这种魔鬼日子一过就是2周，现在的艾伦特连坐着都能睡着。他迷迷糊糊的叮嘱丹尼斯，等艾瑟琳到了千万的叫醒他。看来这段时间的特训真的把他最后一点电量都耗光了。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傲气的大小姐竟然会被练成这副模样。丹尼斯看着累瘫的艾伦特，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明明已经这么辛苦了。艾伦特趴在桌子上，语气里透着一股狠劲，因为我想赢，只有赢了才有意义。听到这个回答，丹尼斯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温柔的给他打气，既然这样，那就加油吧。就在这时，艾瑟琳终于到了，原本还半死不活的艾伦特唰的一下就坐了起来，看来真正的主角总算登场了。艾伦特一看到艾瑟琳过来，吓得赶紧把脸捂住，生怕自己这副狼狈样被发现。直到听见对方走远的声音，他才敢偷偷瞄上一眼，确认艾瑟琳已经离开。艾伦特这才松了一口气，还心存侥幸地问丹尼斯，刚才趴在桌上的样子没被看见吧？丹尼斯倒也配合，随口安慰了他一句。可他哪知道艾瑟琳其实早就看在眼里了，看着艾伦特那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艾瑟琳心里全是担心，这状态真的没问题吗？艾伦特正在屋里梳妆，女仆突然送来一份大礼，说是艾瑟琳特意派人送来的，里面全是能恢复魔力的顶级补药，这不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吗？可谁能想到，艾伦特连看都没多看一眼，直接冷冰冰的丢下一句，全都给我扔了，别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我面前。女仆当场就愣住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扔就扔。但艾伦特显然不想解释，他现在只想赶紧收拾好，去见那个魔鬼教官德里克。看来他是铁了心要靠自己，哪怕艾瑟琳是一番好意，他也不想在这种时候低头。这大小姐的自尊心真不是一般的强啊！艾瑟琳这封信写的倒是体面，又是送温暖，又是送特产，别的小姑娘看到礼物都乐开了花。可艾伦特听着这些客套话，只觉得这些东西格外扎眼，他连看都没看那些宝贝一眼，天刚蒙蒙亮就冲到了外面。德里克正一个人在那坐着，看样子已经等了他很久了。艾伦特现在可没心情寒暄，上来就问德里克怎么评价自己。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这位教官都给问懵了。看来他是真的急了，哪怕是1分1秒，他都不想再浪费了。艾伦特苦练了这么久，心里其实一直没底，他干脆直接摊牌，想听听德里克的真心话，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戏。德里克沉默了半天，最后竟然憋出一句：“不行就放弃吧，这也是一种策略。”这盆冷水泼得可真够彻底。艾伦特完全没法接受，他拼了命地训练，换来的却是这种评价。
德里克倒是一脸淡定，说如果冒犯了那就道个歉。可艾伦特哪是想要道歉，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到底怎么才能赢过艾瑟琳？如果不打败那个女人，他这辈子都别想睡个安稳觉。艾伦特这下彻底爆发了，他花大价钱请德里克过来，可不是为了听这种丧气话。要是只会劝人放弃，那就赶紧滚蛋，别浪费时间。德里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反问赢不了又能怎么样？整天只盯着胜负不放，反而会让人停滞不前。有时候学会认输才是本事。这话直接戳中了艾伦特的死穴，他捂着脸，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要是现在认了输，那他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一个只会躲在背后说坏话的小人。什么家族支柱，什么社交名媛，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在完美的艾瑟琳面前，他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到了极点。艾伦特这回是彻底把面子撕碎了，他承认自己就是个爱嫉妒的小人，那些见不得光的阴暗心思，他现在全都认了。他觉得自己又差劲又可怜，既然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也明白自己根本没理由恨艾瑟琳，一切不过是他在无理取闹。德里克在一旁轻声回应说，这些道理他其实都明白，可艾伦特还是想不通，既然真相已经这么清楚了，为什么心里还是堵得慌？这种卑微的自卑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失？艾伦特甚至不惜揭开伤疤，也要让德里克明白他的决心，他已经退无可退了。原本以为这只是单纯的嫉妒，或者是想赢过艾瑟琳的胜负欲，但德里克现在才看清楚，这个女孩真正恨的人其实根本不是艾瑟琳，她一直都在自我厌恶，觉得自己比不上任何人，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才是她拼命变强的真相。她真正想打败的其实是那个一无是处的自己，这场战斗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只有赢了，她才能从自卑的泥潭里爬出来。德里克这回是真的动容了，既然这样，那就赢下来吧。他给出了最硬气的承诺，一定会让她亲手打败艾瑟琳。这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比试，而是为了找回那个弄丢的自己。经过漫长的奔波，马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老头走下车，眼前这片宏伟的建筑正是贝尔米亚德伯爵的领地。伯爵早已在门口等候，询问去埃贝尔斯坦的这一路是否顺利，还体贴的让他先去休息。看来老头带回的消息对伯爵来说至关重要。伯爵一坐下来，就开始打听女儿艾伦特的近况。老头只能顺着话茬夸奖，说小姐最近魔法进步神速，甚至很快就能青出于蓝。伯爵听得心花怒放，可老头却在心里捏了一把汗，他哪敢说出真相啊？要是让伯爵知道小姐在跟平民学魔法，这领地怕是要翻天了。更糟糕的是，伯爵竟然打算亲自去探望，还要给女儿送个惊喜。老头只能硬着头皮陪笑，心里却在疯狂祈祷，这次千万别丢了老命啊！深夜的郊外死一般寂静，众人停在了无名迷宫的入口前，看着眼前阴森的境地，佩林还是觉得这计划太疯狂了，让一个新手直接进地下城。杰登倒是对德里克很有信心，觉得他做事向来稳妥。可艾伦特心里还是没底。德里克语气平静，直言想要变强就要靠实战，只有在真正的战斗中才能磨练出求生的本能。虽然承诺了会暗中保护，但艾伦特还是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决斗的日子只剩下几天了，时间根本不够用。德里克只能带大家走捷径。看着阴森的迷宫入口，艾伦特心里直打鼓，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德里克神色严肃地警告，就算是最低级的地下城，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话音刚落，负责警戒的佩林突然发出警告，一大波哥布林正朝这边涌来。艾伦特顿时慌了神，这特训才刚刚开始，怎么就直接上强度了？德里克早就察觉到了动静，杰登在后方发现了个大家伙，竟然是一只食人魔。艾伦特整个人都懵了，这种怪物根本不是新手能对付的。可德里克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甚至还有心思跟杰登谈价钱，只要报酬给到位，食人魔也不是不能解决。看着这两人若无其事的谈生意，艾伦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居然真的打算在这里开战。刺耳的尖叫声划破黑暗，大批哥布林已经杀到了面前，真正的杀戮要开始了。艾伦特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整个人僵在原地，根本动弹不得。德里克反应极快，一边拔剑迎敌，一边下令让佩林死死守住艾伦特。他独自一人冲进怪物堆里，手中的长剑划破黑暗，瞬间就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佩林在后方冷静支援，剑势精准地贯穿了怪物的喉咙。这根本不是特训，而是一场真正的生死博弈。德里克在怪物堆里彻底杀疯了，长剑带起凌厉的寒光，反手又是一记爆裂的火焰。这些哥布林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佩林的支援也丝毫不乱，每一剑都精准收割残血的怪物，两人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艾伦特在一旁完全看傻了，他终于明白德里克为什么要带他来这种实战带来的压迫感根本不是在学院里能学到的。周围的惨叫声此起彼伏，艾伦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这种级别的厮杀根本不是他这种新手能承受的。可杰登却完全没把怪物放在眼里，他盯着眼前巨大的食人魔，甚至还冷笑着说，真想知道你这家伙的人头值多少钱。话音刚落，他手中的巨剑已经带起一阵狂风，直接正面硬刚食人魔。眼前的血腥场面让艾伦特彻底懵了，他看着那些被瞬间解决的怪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真的会死在这里。恐惧让他整个人完全僵住，他想逃跑，想拒绝面对这一切，可战场从来不会给弱者喘息的机会。德里克焦急地大喊，提醒他有怪物正朝他扑过去，让他赶紧清醒过来。可艾伦特还没来得及反应，危险就已经到了背后。艾伦特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自己死定了。可德里克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他对着埃伦特大声吼道：“你必须亲手解决他！”这种被逼到绝境的羞耻感让埃伦特彻底爆发了，他大声承认了自己的软弱和天真，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在逃避。可这种卑微又屈辱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挥之不去？他到底能不能跨过心里这道坎，亲手了解眼前的怪物？埃伦特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以前的他只会嫉妒别人，躲在背后说三道四，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可就在怪物扑上来的那一刻，他突然清醒了，自己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亲手终结那个差劲的过去吗？他要变强，要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蓝色的魔力在指尖疯狂汇聚，这一次他不再逃避了，蓝色的光芒瞬间炸开，直接贯穿了怪物的身体。这一击干净利落，完全没给对方留活路。杰登和佩林都看愣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爆发出这种力量。埃伦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这一仗打完，埃伦特整个人都累到了极点，但他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痛快。他终于跨过了心里那道坎，不再是那个只会躲在人后的胆小鬼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开始，更是他对过去的彻底告别。月色下的城门显得格外冷清。德里克靠在墙边，拆开了那封迟到了2年的信。写信的人是卡地亚，他现在成了贵族家的家庭教师，每天忙着教大小姐魔法，字里行间全是当年的影子。他说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苦，但那是他最自由、最开心的时光。在卡地亚心里，德里克的天赋没人能比得上。他甚至在信的末尾问了一句：“现在的你到底已经强到什么程度了？下次见面一定要让我看看你的魔法。”这封信，德里克已经反反复复读了2周，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看，简直宝贝的不行。这反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埃伦特的注意，他凑过来打趣问：“到底是什么宝贝，让你天天看？”德里克没有隐瞒，说这是老师写给他的信。埃伦特忍不住调侃：“能教出你这种怪物的家伙，那得是什么级别的神仙？”德里克看着手中的信，眼神无比坚定，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埃伦特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结果德里克这木头根本没听懂，搞得他都有点接不住话了。德里克小心地收好信，话题转到了2天后的决斗。他想知道埃伦特现在是什么心态，毕竟对手不简单，这种时候谁都会有压力。埃伦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那种势在必得的笑容。他说自己没想那么多，因为这一场他赢定了。转眼间，决斗的日子已经到了。贵族区的竞技场里人声鼎沸，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里。艾瑟琳正和名媛们聊着天，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德里克，他立刻撇下同伴追了上去。德里克还是那副老样子，哪怕是面对这位大小姐，语气也客气得像个陌生人。艾瑟琳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她听说德里克最近在给埃伦特当老师，看着德里克这张万年不变的冰脸，艾瑟琳忍不住笑了起来。你教人家小姑娘的时候，该不会也这么凶吧？艾瑟琳看着德里克，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她说：“埃伦特最近被练得精疲力竭，看来你这个当老师的对自己很有信心。”德里克却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不管对手是谁，永远都不要掉以轻心。”这话听着像是在提醒，其实更像是某种无声的警告。可惜现在的艾瑟琳根本没把这当回事。看台上的议论声已经炸开了锅，在所有人眼里，这场决斗的胜负根本没有悬念，大家都觉得艾瑟琳赢定了。毕竟现在的埃伦特看起来瘦弱的像个纸片人，艾瑟琳一露面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大家都夸这位大小姐漂亮。看她这副淡定的样子，好像根本没把对手放在眼里。而另一边的埃伦特正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低着头，不停地重复：“我要赢，我一定要赢。”这种紧绷的状态，换成别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埃伦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绝对不能输。德里克在远处默默看着，他最清楚这个女孩为了这一刻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两人终于在场中央对面而立。艾瑟琳先开了口，礼貌地问候埃伦特最近好不好。埃伦特也客气地回了一句，还说艾瑟琳这种从容的样子一直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可谁能想到，一向优雅稳重的艾瑟琳这次竟然亲口承认，她说自己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紧张过。看来这场决斗的分量，连这位天才少女都感到了压力。埃伦特没有废话，直接发出了开战的信号。那我们就开始吧。话音刚落，火焰直接在埃伦特手中炸开，他没有任何犹豫，一上来就是全力。艾瑟琳也立刻释放出蓝色魔力，两股力量在空中正面硬刚，整个赛场都被光芒吞没了。原本大家都以为这会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可谁也没想到埃伦特的攻势竟然这么猛。看着漫天飞舞的火光，艾瑟琳整个人都定住了，这股恐怖的爆发力根本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埃伦特。漫天的火焰箭雨落下，艾瑟琳被这股气势彻底压制。谁能想到埃伦特竟然能爆发出这种力量？其实在决斗开始前，德里克就对他直言不讳，如果只比拼魔法天赋，他根本没有赢的机会。那该怎么办？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埃伦特当时也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靠什么翻盘。德里克只给了他一个答案，那就是意志力。现在的每一道火焰都是他用命拼出来的结果，怎么榨干最后一滴魔力，才是这堂课最重要的内容。埃伦特还以为这只是他的怪癖，可德里克却一脸严肃。他说，当两个人的魔力都用光时，最后能站着的一定是各意志力更疯的人。所以他要求埃伦特，不管魔法用的有多华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对手拖进消耗战，谁能多撑1秒，谁就能赢。埃伦特心里还是没底，如果艾瑟琳的魔力天生就比他多呢？德里克的回答非常残酷，如果是那样，你确实一点胜算都没有。
毕竟魔力总量这东西，从出生那一刻就定死了。但德里克话锋一转，提到了埃伦特家族的血脉，这才是他反败为胜的唯一机会。埃伦特已经彻底豁出去了，漫天的金色箭雨直接砸向地面，这根本不是在比试，简直是要把整个赛场都给拆了。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艾瑟琳虽然被压制住了，但他毕竟是公认的天才，底子厚的让人绝望。就算攻势再猛又怎么样？他双手猛地张开，湛蓝色的魔力瞬间爆发，在头顶撑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金色的火焰撞在蓝色护盾上，激起漫天的火星。这场玩命的消耗战现在才真正进入白热化。艾瑟琳周身的魔力再次暴涨，他已经看穿了这场消耗战的结局。作为被所有人看好的天才，他绝不允许自己在这里倒下。但对面的埃伦特眼神里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既然魔力拼不过，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吧。埃伦特这回是真的拼命了，漫天的火光直接封死了所有退路，这股魔压强的让人喘不过气。艾瑟琳也没打算坐以待毙，蓝色的魔力瞬间撑起防御，两股力量撞在一起，连空气都要被撕碎了。谁能想到埃伦特的魔力竟然在短时间内暴涨到这种程度？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切磋了，这是要把对手彻底吞没啊！埃伦特这种打法虽然猛，但魔力消耗实在太快了，只要撑过这一波，他就彻底没戏了。艾瑟琳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在漫天的烟尘里，终于锁定了对方的位置。既然你已经底牌出尽，那现在该轮到我了。这一剑就是要分出胜负。本以为是必杀的一击，结果射中的只是个影子。埃伦特竟然在眼皮子底下玩了手幻术，艾瑟琳简直不敢相信，这种级别的诱饵消耗的魔力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对方这是在拿命搏一个机会，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背后已经传来了冰冷的杀气，攻手瞬间一主，这下真的麻烦大了。埃伦特这一记冰矛直接从死角贯穿而下，这根本不是什么临时起意，而是早就设计好的必杀局。原来德里克早就交代过，先用漫天的火光封锁视线，再用幻术骗出对方的防御，最后近身肉搏才是真正的底牌。这套连招环环相扣，哪怕是高阶魔法师也得中招。但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艾瑟琳绝不是那种会被这种手段轻易打败的人。这么近的距离用冰矛，艾瑟琳心里很清楚，现在想开防御魔法已经太迟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不躲了。艾伦特这一击确实拼尽了全力，但他完全没发现艾瑟琳手心里的魔力已经压缩到了极限，这是要打算零距离硬碰硬啊！刚才那下硬碰硬爆发出的冲击力差点把地皮都掀了，两人被强行震开，局面却变得更加诡异。艾伦特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可当他抬头看向对面时，却发现艾瑟琳的状态完全不对劲，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艾瑟琳周身散发出的气息阴冷的让人脊背发凉，刚才那下真的太险了。艾瑟琳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缓过神，他终于想起了德里克的告诫，不管对手是谁，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艾瑟琳现在才彻底明白，眼前的埃伦特已经完全变了，无论是魔力的强度，还是那种不要命的打法，都跟以前判若两人。既然对方已经动了真格，那接下来的战斗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艾瑟琳这回是真打算硬碰硬了，既然对方想比火力，那就干脆把底牌全掀开。只见他周身魔力疯狂涌动，密密麻麻的冰矛直接封锁了全场。最离谱的是，这种规模的杀招，他竟然连半句咒语都没念。看台上的观众忍不住惊呼，不用吟唱就能瞬间造出这么多冰矛，这哪里是在决斗，这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实力碾压。德里克在高处冷冷地注视着一切，在他眼里，这场决斗的胜负已经分出来了，他终究还是上钩了。埃伦特猛地意识到不对劲，可现在想撤退已经太晚了。艾瑟琳看着眼前的对手，心里也不禁感叹，埃伦特的成长确实让人意外，但这并不代表他能赢。那些密密麻麻的冰矛不过是用来封锁走位的幌子，真正的杀招已经在头顶上方彻底锁定了目标，那就连这招也一起接下吧。艾瑟琳操纵着漫天冰矛，打算直接终结这场决斗，可他万万没想到，埃伦特竟然还有余力反击。一团炽热的火焰在掌心炸开，化作流星直冲面门，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艾瑟琳根本来不及反应。刚才还胜券在握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这支火焰剑是从哪冒出来的？艾瑟琳彻底愣住了，他刚才明明没有感觉到任何魔力波动，甚至连半句咒语都没听到，难道是刚才那一招？他猛然回想起之前的漫天剑雨，原来埃伦特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偷偷藏下了一支箭，故意示弱，再到现在的致命一击，这一切竟然全在对方的算计之中吗？这种被完全看穿的感觉，让艾瑟琳第一次感到了不安。现在的局势彻底反过来了，艾瑟琳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对手，这种完全未知的变数，让他第一次感到了压力，连场外的观众都看傻了。谁能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打成了平手？埃伦特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压制住了对手，这种感觉让他信心大增。而艾瑟琳心里很清楚，在胆识和战术上，自己已经输给埃伦特一大截了。既然节奏被打乱了，那就干脆把一切推倒重来。艾瑟琳强行调整好状态，他要重新制定这场游戏的规则。连场边的德里克都看出来了，他低声感叹，真正的较量现在才正式拉开序幕。艾瑟琳终于不再保留了，一股恐怖的能量瞬间席卷全场，埃伦特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股狂风逼得连连后退。这到底是什么招式？埃伦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这根本不是什么风系魔法，而是纯粹到极致的魔力外溢。仅仅是散发出来的余波就已经让人站不稳了。艾瑟琳这是打算直接用魔力等级来碾压对手吗？面对这种绝对的力量，埃伦特还能有胜算吗？
埃伦特突然发现不对劲，周围的魔力竟然全都消失了，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瞬间抽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看台上的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了真相，这是极其罕见的魔力对齐。当一个人的魔力强大到超越极限，就会强行接管周围所有的能量。现在的艾瑟琳就是这片空间唯一的主宰，他不仅是在凝聚魔法，更是在剥夺对手反抗的权利。看着天空中那颗巨大的火球，艾伦特第一次意识到，两人的差距根本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简单来说，艾瑟琳在这一刻已经彻底超越了自己的极限，他现在的状态甚至让周围的空间都感到了战栗。这就是顶级天才的觉醒吗？二星火球术虽然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这规模哪里还是什么火球？这简直就是把一颗太阳直接搬到了比赛场上。面对这种级别的降维打击，艾伦特真的还有退路吗？没日没夜的特训让艾伦特彻底透支了。德里克递过水袋，让他先喘口气。看着手里的水袋，艾伦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德里克，我真的能赢过艾瑟琳吗？就凭这几周的突击训练？德里克回答得很干脆，你会赢的，准确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这种说法听起来话里有话，德里克到底在盘算什么？谁能想到对手竟然使出了二星火球术，这威力简直是要玩命。艾伦特当场就懵了，这跟之前说好的完全不一样。他急得回头大喊，德里克，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可德里克只是站在远处，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手都没打算抬一下。别在那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快告诉我该怎么办，你这个骗子！可德里克依然没有任何回应，而那颗二星火球已经压到了头顶，这种级别的魔法根本不是他能挡得住的。防御魔法还是冰枪术，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多天真，想要赢过艾瑟琳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创造奇迹吗？二星火球的威力已经全面爆发，围观的人全都被这一幕吓傻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艾伦特被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掀翻，重重的砸在地上。本以为艾伦特这次必死无疑，可谁能想到他竟然在爆炸的瞬间强行脱身，虽然摔得不轻，但好歹是把命保住了。这下轮到艾瑟琳傻眼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对手不仅躲开了致命一击，甚至还现学现卖，用了一招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身法。要知道，这招他明明只在艾伦特面前用过一次，这种恐怖的学习速度简直不是人类能做到的。而远处的德里克依然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剧本里写得清清楚楚。刚才那一招二星魔法虽然威力惊人，但代价也同样沉重。对于现在的艾瑟琳来说，这种级别的法术就像个无底洞，正在疯狂吞噬他的魔力。可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彻底认真了起来，眼神变得比刚才还要凌厉。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这可不是单纯的胜负欲，而是艾瑟琳认可了对手的实力。他要用这种全力以赴的方式，给拼命努力的艾伦特送上法师之间最高的尊重。接下来的每一招恐怕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艾伦特，你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风暴了吗？艾伦特这下全明白了，原来德里克绕了这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引导他看清这一步，只要能硬生生扛下这一波，最后的赢家就是他。对面的艾瑟琳显然也拼命了，手里凝聚的火球大得离谱，这哪里是魔法，简直是要把整片场地都给扬了。随着一声嘶吼，这团毁灭性的火焰呼啸而至，直接锁死了艾伦特所有的退路。是其寄生环还是就此退场？胜负就在这一秒了。火球一个接一个砸过来，速度快得让人根本看不清，这种强度的连发完全超出了正常的魔法逻辑。艾瑟琳明明已经虚脱到了极点，却还在透支生命发动猛攻，这已经不是在比赛，而是在玩命了。艾伦特现在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火球几乎是贴着他的身体擦过去，只要稍微慢上一秒，整个人就会被瞬间吞没。这种密不透风的狂轰滥炸，他到底还能撑多久？谁能想到刚才那场剧烈的爆炸竟然成了艾伦特最好的掩护。漫天的强光晃的艾瑟琳根本睁不开眼，他完全没料到对手竟然会利用这种时机反击。艾伦特心里很清楚，现在开防御屏障纯粹是浪费魔力，不如趁着对方看不清弹道，直接来一击狠的。他把剩下的所有力量全都凝聚成了这一枚致命的尖刺。倒在地上的艾瑟琳已经彻底透支了，刚才的火球连发早就耗尽了他所有的蓝条，现在的他别说反击，恐怕连最基本的防御魔法都放不出来。艾瑟琳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连维持战力都显得异常艰难，这副样子显然是彻底透支了。艾伦特心里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他很清楚对方现在就是个空壳，别说反击，恐怕连一丁点魔力都挤不出来了。而他自己手里还握着最后的底牌，至少还能发动2次强力攻击，这已经足够把对手彻底送出局。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就在这最后一击，他要亲手拿回属于自己的胜利。这最后的一下简直是天崩地裂，谁也没想到艾伦特孤注一掷的爆发，威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艾瑟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这股狂暴的能量直接掀飞，重重的砸在了远处的地面上。艾伦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陷入了长久的沉。这种惨胜的结果真的是他一直想要的吗？明明已经到了极限，艾瑟琳却还是不肯认输。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哀求，只要再来一次就好，只要再坚持最后一下。谁能想到，在魔力彻底枯竭的情况下，他的指尖竟然真的再次冒出了火苗，这完全是在拿命在拼。艾伦特都看愣了，这种不要命的意志力简直让人脊背发凉。艾瑟琳这个名字在领地里就是高贵的代名词，没人能比她更像一位完美的贵族小姐。但光芒越是耀眼，背后的阴影
就越深，而那个阴影里站着的永远是我。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姐罢了。艾伦特还在步步紧逼，他觉得艾瑟琳不过是在装模作样，就等着看这位大小姐彻底崩溃，像个疯子一样当众出丑。可谁能想到，艾瑟琳不仅没有被击垮，反而笑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优雅，根本就不是能演出来的。艾伦特这才发现自己错了，艾瑟琳就像是一块顶级的宝石，越是打压，她反而绽放出越耀眼的光芒，而真正被黑暗吞没的，反而是那个心怀嫉妒的人。艾伦特彻底坠落了，被艾瑟琳那耀眼的光芒活生生挤进了自卑的深渊。这种被否定的滋味，就像掉进无边无际的海底，看不见一点希望。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认命，哪怕是在最黑暗的角落，他也在疯狂积蓄力量。只要能赢过那个女人，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了。艾伦特发誓要逃离这片深渊。他低头看着狼狈不堪的艾瑟琳，这位曾经高不可攀的大小姐，现在就这么摔在地上，满身都是灰尘，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这么大的脸。艾瑟琳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这种淡定的反应让艾伦特完全无法理解。难道对这个女人来说，所谓的贵族形象根本就没那么重要吗？艾瑟琳总是这样，永远在做她该做的事，哪怕现在已经站不稳了，全场观众依然在为她疯狂呐喊。这种天生的主角光环，确实让对手感到压力。看着被众人期待的艾瑟琳，艾伦特其实一直在犹豫，直到德里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艾伦特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就算赢了这场比赛，他也依然逃不出自卑的阴影，那种被困在深渊里的感觉根本没有尽头。艾伦特突然停手了，他无奈地摊开手说，自己的魔力已经彻底耗尽。这话一出来，艾瑟琳整个人都定住了。谁能想到这场激烈的对决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收场？艾伦特最后还是认输了，他承认自己确实比不上艾瑟琳。这场对决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完美的交代。全场都在为艾瑟琳的胜利欢呼，觉得这位大小姐表现得太出色了。可奇怪的是，输掉比赛的艾伦特一脸轻松，反而是赢了的人现在却彻底愣在了原地。这种胜负错位的气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艾瑟琳现在成了全场的焦点，大家都在夸她魔法用得好，可她心里一点都不踏实，因为这场胜利来得太莫名其妙了。她下意识地看向远方，想找到那个红发身影。艾伦特现在正跟德里克聊得起劲，德里克问他看清差距了吗？他居然还笑得出来。他说自己输得心服口服，尤其是看到艾瑟琳娜副猛调的表情，他觉得这波一点都不亏。德里克看着他这副样子，最后只问了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一仗打完，你到底看清了什么？艾伦特现在兴奋的不行，一直在德里克面前显摆，说他总算见识到了艾瑟琳那种吃惊到不行的表情，这让他觉得比赢了比赛还爽。他还特意感谢了德里克，觉得今天这出戏演得太痛快了。德里克倒是一脸淡定，反问他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是不是个很有天赋的学生？艾伦特本想损他两句，让他别在这儿臭美，可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先流了下来，连他自己都愣住了。明明心情这么好，为什么会突然哭出来呢？艾伦特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明明早就不是小孩子了，却还是没能控制住情绪，他只能把自己缩成一团，想把这份丢脸的不甘心藏起来。德里克就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没有说那些没用的安慰话，而是给了他最想要的肯定。他说刚才的对决非常精彩，你已经表现得足够出色了。这句肯定彻底击碎了他的伪装，他终于不再说那些逞强的话，而是哽咽着说出了真心话。其实他比谁都想赢，比谁都渴望能真正赢一次。他说就算刚才真的赢了，自己也还是会停在原地，那种被黑暗拽回深渊的感觉根本不是一场胜利就能解决的。他觉得自己注定要回到阴暗的角落，因为他看清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艾瑟琳看起来还是那么高贵，而他却只能躲在影子里。他自嘲地对德里克说，自己唯一能赢过艾瑟琳的地方，恐怕就只有这深入骨髓的自卑感了。说到底，他和以前那个卑微的自己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德里克看着眼前的艾伦特，直接戳破了他最后的自尊心。他说狼狈一点其实根本没关系，如果连面对难堪的勇气都没有，那就永远别想变得更强。艾伦特就这样缩在角落里，任由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德里克的画像是一记重锤，砸碎了他一直以来死守的伪装，让他不得不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这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内心最深处的地方，看着那个曾经卑微又弱小的影子，他终于明白，想要真正走出这片阴影，就必须先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丹尼斯满脸崇拜地看着艾瑟琳，觉得艾瑟琳又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甚至说自己刚才都看呆了。可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赞美，艾瑟琳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说出了真相：刚才那场比试她根本就没有赢。如果只看魔力总量的话，自己确实比对方要强一些。但在他心里，其实早就已经认输了，因为除了魔力之外，艾伦特在其他方面都更出色。那种全方位的压制感让他明白，自己其实已经落后了。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方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步到这种恐怖的地步。艾瑟琳叫住了身边的女仆，语气严肃地交代了一件事，她要立刻给本家送一封信。看来刚才那场比试的真相，让他彻底看清了现在的局势。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他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德里克。杜普莱恩公爵盯着手里的名单，德雷斯特这个老头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因为他的到来，连关税协议都得跟着变动，边境伯爵都坐不住了。看来全是为了这个男人。
作为搜寻魔法的顶点，他甚至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这次他亲自现身，背后肯定藏着大计划。瓦莱里安带来了一个消息，艾瑟琳在信里提了个要求，他现在急需一位魔法老师。杜普莱恩公爵听完并没当回事，随便找个厉害的不就行了？可没想到这丫头眼光挺高，指名道姓只要德里克，但这人现在正忙着呢，正在叫艾伦特学习魔法。瓦莱里安本想派人去硬抢，杜普莱恩公爵却直接拦住了他。既然要去处理德雷斯特的事，这是他打算亲自去办。艾伦特突然提出了休假，他想暂时放下手头的功课，好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清思绪。接着他又确认了一件事，德里克是不是还在佣兵团做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轻轻踢了踢德里克的脚尖，笑着凑近问了一句：“如果以后我再叫你回来教我，你一定会答应的吧？”德里克看着眼前的女孩，一时间没有说话。德里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倾囊相授，恐怕没什么能再教他的了。艾伦特听完伸了个懒腰，笑话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这可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他。夕阳洒在露台上，冬天总算要熬过去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深夜的酒馆，大门被推开，佩林第一个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德里克披着斗篷站在门口，简单的一句“我回来了”，宣告着这段平静日子的终结。艾伦特正躺在床上不大觉，毕竟他昨天才刚宣布要休假，可还没等他睡个安稳觉，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他烦躁地抓起枕头，捂住耳朵。不是说好了今天开始不上课吗？女仆在门口支支吾吾，说外面出了点状况，非要请他亲自出去看看不可。艾伦特一边抱怨一边下床，他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没眼力见，非要在这时候来打扰他的清静。门一打开，伯爵那张热情的脸就凑了上来，又是心肝又是宝贝的叫个不停。艾伦特当场定在原地，亲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打扮，吓得赶紧把门合上，一边打哈哈一边让老爹先等着，自己得赶紧换身像样的衣服。伯爵倒是一点不介意，还在门外念叨着他的宝贝女儿。等两人终于坐下来喝茶，气氛总算正经了一点。伯爵感叹不愧是贝尔米亚德家的人，果然没那么容易被对手看清。艾伦特也承认这次受益匪浅，尤其是那个佣兵的教导，似乎让这位老父亲对德里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伯爵打算直接把德里克给挖过来，让他以后只为自家效力。艾伦特虽然也想留人，但还是担心家里的老臣会说闲话，毕竟这是办起来不合规矩。伯爵却一脸志在必得，要是宝贝女儿想要的，他这个当爹的就没办不成的，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然而另一边的气氛却截然不同，在荒无人烟的山谷深处，德里克正带着队伍探索遗迹，还没等众人站稳脚跟，佩林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德里克，快看后面！”怪物从背后死死盯上了他，德里克连头都没回，反手就是一记能量冲击。可就在出手的这一刻，手上的感觉完全变了，这股力量比平时狂暴了数倍。他猛地意识到体内的魔力正在疯狂质变，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爆发。随着红光炸裂，怪物一下子被轰成了碎片。谁能想到他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这就是传说中的3阶实力吗？德里克低喝一声火墙，狂暴的火焰瞬间炸开，这威力简直要把整片山谷都给掀翻了。佩林发出一声尖叫，刚才那场爆炸实在太近了，简直就像是要同归于尽。等硝烟彻底散去，太阳已经快要落山，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终于结束了。消息传回酒馆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什么？德里克竟然差点没命了？杰登忍不住开始吐槽，魔法师是不是都这么离谱？佩林也觉得这仗打得太夸张，对付几个哥布林而已，至于直接开3阶大招吗？德里克看着缠满绷带的手，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劲，那种感觉就像当初刚突破2阶一样，体内的力量似乎已经不受控制了。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劝他没必要为了瓶颈而焦虑，更不需要去强行突破，顺其自然才是野路子魔法的真谛。德里克猛地愣住了，眼前这个老人看起来平平无奇，身上甚至感受不到半点魔力波动，但他心里很清楚，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就是传说中那位深不可测的史上最强6阶搜寻魔法师。这位传说中的大佬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想要口好酒，看来这一路奔波确实把他给累坏了。流浪之魂德雷斯特，谁能想到这个平平无奇的老头竟然拥有那种级别的恐怖实力？夜深了，月光洒在寂静的王城，迪艾拉却根本没有心思睡觉，他独自站在露台上，周身环绕着幽蓝色的魔力，他在不断尝试突破自己的极限。既然已经决定要去找德里克，他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因为接下来的路可没那么好走。魔力在空气中疯狂暴走，迪艾拉想要强行压制，结果却完全失去了控制，辛苦凝聚出的长毛瞬间崩碎，他气得直接坐在地上抓狂，这到底是什么鬼？烦死了！雷格在旁边观察了半天，忍不住开口调侃，还以为你长进了，结果脾气还是老样子。迪艾拉被吓了一跳，他到底在那儿站了多久？雷格看着坐在地上的艾瑟琳，调侃说能有这种进步，全靠德里克教的好。迪艾拉却是一脸不服气，觉得全是靠自己努力，那个自大的家伙根本没出力。雷格接着抛出一个重磅消息，听说埃伦特小姐也想留住德里克，甚至还有不少贵族想请他当家教。迪艾拉听完直接坐不住了，那家伙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什么大家都抢着要他？雷格忍不住笑出了声，能把你这种小魔头叫回正轨，德里克现在可是圈子里的抢手货。迪艾拉气得当场反驳，谁是小魔头啊？雷格却意味深长地感叹，要是德里克最后选了别人，你可别后悔莫及啊。
雷格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他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德里克，没准儿很快就能再见面。迪艾拉这下彻底破防了，在那儿拼命嘴硬，谁会想那个讨厌鬼啊？雷格也懒得拆穿他，只是随口应胡了一句：“行吧，你说没想就没想。”但他看着夜空，心里却在担心另一件事：德里克现在的名气实在太大，消息恐怕早就传遍了整个王城。果然，盯着这块香饽饽的人可不少，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担心竞争对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德雷斯特这种级别的顶级魔法师根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还没等德里克想明白，对方竟然先开口了：“你就是德里克吧？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这种传说中的人物怎么会盯上自己？”德雷斯特竟然主动提议想和他单独谈谈。两人避开人群，来到深夜的街头。德雷斯特开门见山，直言他的天赋非常罕见，甚至罕见到有些诡异。还没等德里克反应过来，对方又抛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你这么拼命练习魔法，到底想要得到什么？”面对这种灵魂拷问，德里克表现得很坦诚，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想看看这辈子的极限在哪。听到这个回答，德雷斯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他直言以平民的身份想往上爬，现在的你还远远不够。紧接着，德雷斯特竟然主动开口：“如果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帮你一把怎么样？”德雷斯特这个名字在魔法界简直就是传奇，作为一名6星大法师，他可是所有平民翻身的希望。他靠着惊人的天赋一路晋升，甚至让自己的家乡成了平民法师心中的圣地。可谁能想到，就在他晋升4星的那一年，噩梦突然降临了。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染成了血红色。那场大雨带走了一切，德雷斯特在那个晚上彻底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可这并不是什么意外，在不远处的豪宅里，贵族们正端着红酒庆祝。在他们眼里，平民根本不配拥有魔法，只要稍微动动手脚，就能让这些出头鸟彻底消失。如果德雷斯特还敢露面，等待他的将是更恐怖的深渊。可他做梦也没想到，报应竟然来得这么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管家的脑袋就飞到了半空中，鲜血直接溅了一地。那个被他瞧不起的平民，此刻正站在阴影里，死死盯着这个杀人凶手。贵族男人吓得语无伦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男人竟然真的敢杀回来。德雷斯特根本没打算废话，他抬手又是一道光束，直接卸掉了对方的一条腿。刚才还高高在上的男人，现在只能像条死狗一样在地上爬。他哭着喊着求饶，嘴里不停说着对不起。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德雷斯特根本没打算停手，家人的血债必须用命来偿还。这种迟来的道歉，在鲜血面前一文不值。随着最后一声惨叫，这场迟到了太久的复仇终于落下了帷幕。复仇之后，德雷斯特开始了长达30年的逃亡，皇室和贵族一直在背后穷追不舍。可谁能想到，当他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已经成了足以毁灭国家的6星大法师。这下皇室彻底坐不住了，与其多一个恐怖的敌人，不如想办法把他变成自己人。为了保住最后的面子，他们竟然改口承认当年的复仇是正义的，还低头邀请他加入贵族行列。就这样，曾经被全城通缉的逃犯，靠着绝对的力量，成了帝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贵族。能跟着这种传说级的人物学习，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这种机会绝对不能放过。与此同时，贵族区的议事厅里气氛凝重，杜普莱恩公爵正计划着往北边扩张，想要吞下更多的领地。可有人却当场给他泼了盆冷水。北边的白区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神秘的迷宫随时都能让他的野心彻底粉碎。维尔图斯大公主动提出可以派自家的骑士团过来帮忙，可杜普莱恩公爵根本不领情，甚至当众嘲讽说那些所谓的骑士不过是群低贱的雇佣兵。这话一出，维尔图斯大公的语气瞬间变了，他话锋一转，直戳杜普莱恩公爵的痛处。既然靠你手下那点私兵管不过来，不如干脆把领的交出来算了。这已经不是在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议事厅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眼看气氛尴尬到了极点，伯爵赶紧出来打圆场，想让这压抑的会议赶紧收场。杜普莱恩公爵也没再继续为难，反而顺着话茬聊起了对方那个天才女儿。当爹的这下可找到了显摆的机会，虽然嘴上说着可惜输了，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只要能找个顶尖的老师带，女儿绝对能一飞冲天。听到这儿，杜普莱恩公爵立刻反应过来，这帮人绕了这么大个圈子，盯上的那个老师恐怕就是德里克。杜普莱恩公爵这招杀人诛心，他直言要是德里克去教别人，你女儿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伯爵虽然心里不爽，但还是强撑着面子，觉得德里克跟自家女儿交情深，肯定不会变心。可杜普莱恩公爵却当场泼了盆冷水，说他根本不了解德里克的为人，那个人可不是会被感情左右的家伙。看着这两个大佬为了抢人互不相让，旁边的维尔图斯大公也起了疑心，这个德里克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这两人如此疯狂，必须把这个少年的底细查个清楚。杰登原本还在酒馆里忙活，听到有人推门，下意识地喊了声欢迎光临。可等他看清来人的模样，瞬间就愣住了。这阵仗显然不是来喝酒的普通客人。伯爵一身戎装，开口就直奔主题，问他是不是这支佣兵团的团长。原来是因为之前的信件一直没回音，这位大人物竟然亲自找上门来了。面对这种级别的压迫感，杰登一时间也有些语塞，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德里克已经失踪好几天了，他们找遍了全城也没个影。就在前不久，德里克刚拒绝了所有的邀请，紧接着就彻底人间蒸发了。伯爵心里开始犯嘀咕，难道是杜普莱恩公爵那家伙抢先了一步，还是说维尔图斯大公已经把人带走了？
既然这帮佣兵靠不住，他打算亲自去查个明白，绝不能让这块香饽饽落入别人手里。而此时，在维尔图斯宏伟的府邸里，丹尼斯正悠闲地啃着苹果，手里拿着一封刚送到的急信。听说这是大公一大早就派人火急火燎送过来的，信里的内容很简单，让他赶紧去把那个叫德里克的男人找出来，并且还要让他当自己的导师。丹尼斯心里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这么急着下手，无非是看准了那个佣兵现在的身价最低，正是抄底的好时机。想到又要去应付这种差事，丹尼斯忍不住叹了口气，真是麻烦透了。今天可是个不得了的大日子，丹尼斯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原来是他心心念念的小说终于发售了，书名还挺劲爆，叫什么冷酷大公的冰之巨剑。光是看着名字，他就已经开始浮想联翩，恨不得现在就钻进书里的世界。不过眼下还有个麻烦事，如果不赶紧把父亲交代的任务完成，回头肯定又要被唠叨个没完。为了能早点回来安心看书，他叫来女仆贝拉准备更衣，打算现在就动身去会一会那个叫德里克的男人。德里克正躲在隐秘的山洞里，维尔图斯在一旁低声叮嘱，闭上眼睛，把魔力像细雾一样释放出来。看来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面，他必须尽快掌握这股力量。维尔图斯继续引导他去感受魔力触碰物体后的回弹，这就是探索类魔法的基础。等级越高，能看透的东西就越多。一旦练到4星，任何伪装和对手在他面前都将无所遁形。维尔图斯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探索类魔法练到极致，不仅能读心，甚至可以预见未来。他坦言自己就是为了改变未来，才专门现身来寻找德里克，因为在不久后的将来，这片大陆要出大事了。那个叫瓦莱里安的贵族长子，竟然会为了力量，秘密修炼邪恶的死灵术，这就是德里克必须变强的理由。他要在灾难发生前，亲手斩断这段黑暗的未来。维尔图斯语气冰冷，你必须杀了他。德里克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碰那种邪术，到底在计划什么？但维尔图斯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因为一旦提前知道太多，未来就会彻底失控。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让德里克定在原地的，在原本的未来里，你注定会死。听到自己必死的结局，德里克竟然一点都不惊讶，他敏锐地抓住了话里的漏洞，注定会死，可不代表一定会死。维尔图斯也不打算袖手旁观，既然遇见了悲剧，那他就要亲手改写这段剧本。但想要活命，他必须变得足够强大，强到能亲手撕碎这该死的命运。维尔图斯决定让德里克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压倒性。这一击不仅轰开了山顶，更轰碎了德里克对力量的认知，这就是他要追求的，足以改写命运的本钱。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远处那座高耸的尖塔。马车停在了热闹的街道中心，丹尼斯刚走下车，就成了整条街的焦点。这种地方平时可看不见贵族小姐，路人的目光全被他吸引了过去。但他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打发走了随行的侍从，准备独自去见那个男人。丹尼斯伐线路人的视线全在自己身上，他有些纳闷地问贝拉，为什么大家都在盯着我看？还没等对方想出理由，他就要出了一个结论，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自夸，贝拉只能用沉默来回应。看来这位大小姐对自己的人气还真是自信啊。贝拉开始无情吐槽自家大小姐，说她平时在房间里不修边幅，只知道躺在那看书，现在这副淑女样子反而更让人看不下去。丹尼斯还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结果人家根本没打算给他留面子，毕竟正事要紧，要是那个叫德里克的男人被别人抢先挖走，那可就白忙活了。可丹尼斯却一点都不急，他觉得就算自己再慢，也绝对比那些竞争对手要快。他心里其实一直在琢磨，那个视财如命的佣兵为什么会突然推掉所有委托躲起来？除非有比金钱更诱人的东西出现了，比如足以让天才少年疯狂的顶级魔法，或者是一本传说中的大魔法书，又或者他是找到了什么厉害的导师。如果是这样，他确实没精力再去接那些佣兵任务，拒绝委托也就说得通了。可奇怪的是，这家伙是自己主动离开公爵府的，放着现成的顶级资源不要，反而跑去那种地方躲起来。除非他发现的东西比公爵府的传承还要吸引人，难道说他真的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秘密？说话间，两人已经到了地方。贝拉轻声提醒：“大小姐，我们到了。”丹尼斯看着眼前的酒馆，有些迟疑。这种地方真的会有他要找的人吗？刚一进门，老板杰登就热心的迎了上来。可等他看清丹尼斯的模样，话音一下子就顿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鱼龙混杂的小酒馆竟然会迎来一位身份尊贵的千金大小姐。杰登两手一摊，说自己也不知道德里克的下落。今天早上已经有3拨人来问过了，他这儿实在没更多线索。可丹尼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抛出一个名字，那个叫德雷斯特的老法师，之前来过这儿吧？杰登一下子没接上话，支支吾吾的样子已经说明了一切。丹尼斯心里有了底，礼貌地道了谢，带着贝拉转身离开。既然人不在酒馆，那就去查查马车的往来记录。两人马不停蹄赶到了马夫工会，贝拉一边翻资料一边纳闷，大小姐是怎么知道那个老法师来过的？其实这事儿一眼就能看穿，德里克连5星法师的府邸都设得离开，说明一般的筹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除非是更高级别的存在。刚好我知道最近有个6星法师要来，就顺口拿这个名字去炸了一下，没想到酒馆老板这么不惊吓，一下子就全招了。丹尼斯忍不住跟贝拉炫耀起来，是不是觉得你家大小姐特别聪明？结果贝拉根本不接这茬，还吐槽他平时根本不动脑子。这次纯属运气好，被泼了冷水的丹尼斯也不生气，反而靠在椅子上感叹：哎呀，
真是被自己的才华给累到了。丹尼斯还在那儿凡尔赛，说自己真想当个平庸的笨蛋。贝拉听了简直无语，大小姐，你是不是就喜欢听我顶嘴？玩笑归玩笑，贝拉还是担心正事。就算咱们先找到了德里克，真能从那些大势力手里把人抢过来吗？听说好几个顶尖高手都在盯着他呢。丹尼斯却表现得胸有成竹，说这反而是最简单的部分，他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绝妙的计划。贝拉好奇地凑过去问是什么，结果丹尼斯摆出一个迷人的姿势，自信满满的吐出3个字：美人计。在他看来，德里克不过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面对他这种级别的顶级美女，根本不可能有拒绝的余地。贝拉一盆冷水泼下来，说竞争对手可都厉害着呢。丹尼斯这下坐不住了，拉着贝拉菲要问个清楚，难道我不是最漂亮的那个吗？看着自家大小姐这副样子，贝拉简直没眼看。只有在这种没营养的话题上，他才会听得这么认真。好在正事没耽误，贝拉从一堆旧纸里翻出了线索。就在1周前，有个穿着长袍的少年拿到了通行证，看来德里克确实来过这儿，而且时间就在7天前，咱们离他已经越来越近了。根据通行证上的线索，德里克就躲在拉斯帕大溶洞里。德雷斯特突然察觉到了异样，说有人找上门来了，而且看样子还是维尔图斯家族的人。既然是找你的，那就出去见见吧。洞穴外头，丹尼斯已经带着贝拉摸到了门口，看着黑漆漆的洞口，贝拉心里直打鼓，劝大小姐还是先回去叫点救兵吧。丹尼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直接拎起裙摆踩进水里，现在回去可就来不及了，他必须亲自进去把人带走。丹尼斯心里算盘打得响，带兵动静太大，万一被别的家族盯上，这功劳不就成别人的了吗？他可不想白忙活一场，正打算继续往里走，贝拉却突然指着暗处尖叫起来：大小姐快看那边！漆黑的洞穴深处，2只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这地方竟然真的有怪物。丹尼斯一把将贝拉护在身后，这地方明明早就该清理干净了，怎么还会有这种怪物？虽然他对攻击魔法没什么信心，但现在已经没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上。随着晦涩的咒语脱口而出，蓝色的光芒在指尖汇聚，这位大小姐到底能不能行啊？哪有什么怪物？刚才那双发红的眼睛正是他们要找的德里克。他慢悠悠地从暗处走出来，问这位大小姐：大老远跑来这种破地方，到底有什么贵干？丹尼斯这下总算看清了，他不仅没害怕，反而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容。既然人已经找到了，那就该想办法把他变成自己的人了。丹尼斯这变脸速度也是没谁了，他摆出一副谢天谢地的样子，说自己大老远跑来，只是想跟德里克说话。结果德里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一句阴阳怪气的反讽，直接把天给聊死了，连自家的女仆都没忍住笑场。丹尼斯这下是真的尴尬了，看来这男人的心比他想象中还要难搞。丹尼斯这演技简直是影后级别的，他说自己做梦都能梦到德里克，还想求他亲自教自己魔法，那语气听者别提多肉麻了。可德里克简直就是个钢铁直男，他不仅没心动，反而问他是不是在山洞里练话剧，毕竟这里回音大，听得特别清楚。丹尼斯瞬间收起了那副假面孔，看来清纯少女这招对他完全没用，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换个路数了。丹尼斯这戏瘾一上来，那是真的拦不住，他开始编故事卖惨，说自己压力大的不行，生怕别人都在进步，只有他一个人原地踏步。为了让德里克心软，他甚至直接上手抓住了对方，嘴里喊着求他救救自己，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他自认为没几个男人能扛得住，可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全是离得这么近，他应该能感觉到我的气息了吧？这哪是在求救啊，这分明是在明晃晃地勾引，就是不知道德里克这种木头到底吃不吃这一套。丹尼斯还在心里美呢，觉得德里克肯定被他迷得不行，这下绝对没法拒绝了。结果下一秒，德里克直接把手给抽了回去，这一下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圆场，德里克就开始了无情拆穿。他说看丹尼斯的样子，根本就对魔法一点兴趣都没有。德里克甚至还翻起了旧账，说他刚才把自己当成怪物时放的那个冰枪术简直烂透了，动作笨拙不说，连魔力流动和吟唱速度都一塌糊涂。在德里克这种专业人士眼里，他那点小心思根本没藏住，这波啊是顶级绿茶遇到了满级直男，完全是踢到铁板上了。德里克这嘴简直比刀子还利，他一眼就看穿了丹尼斯在偷懒，说他空有一身天赋，魔力却乱得像团乱麻。他最受不了别人拿魔法开玩笑，直接警告丹尼斯别用谎言来挑战他的底线，这种虚伪的诚意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侮辱。德里克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大小姐肯定另有所图，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那这买卖也就没法谈了。哪怕丹尼斯在后面拼命想挽留，德里克也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让他去找个身份对等的高手，别在他这个小雇佣兵身上浪费时间。看着德里克头也不回地走掉，丹尼斯这回是真的踢到钢板了，连最擅长的演技都没用，他到底该怎么收场？丹尼斯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委屈，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在那下琢磨，觉得德里克之所以没上钩，肯定是因为他那方面不太行。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自己今天又是化了精致的妆，又是喷了名贵的香水，结果对方连看都不多看一眼，这在他的逻辑里根本说不通。贝拉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劝他赶紧冷静一点，想想怎么给家里写信交代。结果丹尼斯直接当场炸毛，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在生气。这大小姐的自尊心算是碎了一地，既然美人计彻底失效，那她接下来还能使出什么招数？贝拉一眼就
就看出丹尼斯在气头上，吓得赶紧低头道歉。可丹尼斯这会儿的心态已经变了，他不仅没打算放弃，反而被激起了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既然德里克这么难搞，那他就非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不可。这种胜负欲一旦上来，那是谁劝都没用了。夜深了，丹尼斯一个人坐在火堆旁，连贝拉都开始担心自家小姐是不是被打击得太深了。丹尼斯心里其实挺急的，要是现在收手，德里克肯定会被别的家族抢走，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得尽快把他拿下。他也知道自己这要求有点过分，但为了搞定德里克，他特意交代女仆贝拉，明天一定要带上那本恋爱小说，书名还挺劲爆，叫什么公爵的烈焰融化平民少女。看着贝拉那副一言难尽的表情，就知道这招有多离谱了。到了第二天，丹尼斯直接找到了德里克的藏身处，这荒郊野岭的洞穴也没能拦住这位大小姐。德里克正一个人在洞里待着呢，结果丹尼斯抱着个大箱子就闯进来了。看这架势，他是打算把那套恋爱理论直接用在德里克身上了。丹尼斯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直接搬来了一大箱物资，里面吃的用的应有尽有，甚至连魔法卷轴都准备好了。德里克看着这一地东西，显然没搞懂这位大小姐又在玩哪一出。丹尼斯笑得特别无辜，说自己只是想尽一份力，好让德里克能专心修炼魔法。可德里克根本不领情，冷冰冰的回了一句：做这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尴尬的想走了。但丹尼斯的心理素质那是真强，他不仅没生气，还一脸温柔的说没关系，只要能看着他变强自己就满足了。这以退为进的招数，德里克真的能招架得住吗？丹尼斯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只要是个人就没法拒绝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觉得最后的赢家肯定是自己。德里克这回倒是挺干脆，直接把东西全收下了。丹尼斯还在心里偷着乐，觉得这鱼儿终于上钩了。可谁能想到他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含糊不清的重申：东西我收下，但老师我是绝对不会当的。这操作直接把丹尼斯给整不会了，吃人家的嘴短，这话在他这儿怎么就失灵了？打那以后，丹尼斯每天都准时来送温暖，吃的用的还有魔法水晶样样不少。可德里克就像个复读机，每次都是那句谢谢，但老师我还是不当。这哪是找老师啊，这分明是供了个祖宗。丹尼斯这次更夸张了，连家里的主厨都给请到了山洞，又是送大餐又是送稀有矿石。可德里克还是那副死样子，东西照收，但想让他教魔法没门。这下大小姐是真的破防了，对着木桩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她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冤大头，这哪是高冷天才啊，这分明就是个只拿钱不办事的无赖。还没等他发泄完，女仆贝拉就慌慌张张跑了过来，说家里的大管家正往这边赶，这要是被抓个正着，他偷跑出来的事可就全露馅了。丹尼斯吓得拉着女仆就躲，连帐篷都顾不上收了，反正这荒山野岭的，就让管家以为那是德里克的吧。管家这阵仗也太大了，带着一整队人马浩浩荡荡杀过来，躲在石头后面的丹尼斯都看傻了，这哪是来找人的，简直像是要发动战争。可接下来的发展让丹尼斯差点气的当场跳出来。德里克拿着那张聘书，竟然一脸淡定的说，能当大小姐的导师是他的荣幸。丹尼斯在旁边听的肺都要气炸了，之前自己又是送礼又是求情，他连个正眼都不给，结果家里长辈一出面，他居然答应的这么痛快。